穿越斗罗，成了一株破蓝银草。为了不被小五一口吃掉，我让系统给我3个海克斯技能，一是9条命，每掉1条命就获得不同程度的奖励；二是金蛋，每11年孵化1个金蛋，开启后可以获得丰厚奖励，每年必须击杀1名封号斗罗或10万年以上的魂兽；三是恶魔契约，通过献祭自身寿命获取修为。蓝灵苍心里乐开了花，这绝对是纯纯的天胡开局啊！恶魔契约可献祭寿命提升修为，而我蓝银草有无尽的寿命，实用性极强，金蛋充满随机性，收益可观。魂兽每10万年虚度天劫，蓝银草血脉孱弱，很难扛过劫难，而9条命能与恶魔契约相辅相成，陨落可复活，还能收获奖励，性命越少奖励越丰厚，最后1条命更是能兑换神器，这简直就是为蓝灵苍量身定制的金手指。就让我来看看这恶魔契约是怎么个事，先献祭个1万年寿命来试试。随着蓝灵苍在心中默默启动恶魔契约，他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生命力在流失，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修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壮大着，10年的修为，100年的修为，1000年的修为，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修为竟然直接就达到了5000年。他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随之增强了不少。不仅如此，他原本纤细脆弱的幽蓝色叶片，此刻变得更加的粗大厚实。随后在蓝灵苍不断的献祭生命力，他身上的气息直接暴涨，6000年、8000年、1万年、2万年，狂暴的魂力波动，以他为中心向着四周肆虐开来。这股动静实在太大，直接把周围成片的蓝银草压得抬不起头来。不仅是普通的蓝银草，就连在蓝银祖地核心区域的那位蓝银王，都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强大气息感到和震惊。8万年的蓝银王赶紧收束心神，将自己的精神力蔓延过去查看情况，结果发现这株蓝银草身上的气息竟然在不断的暴涨，原本纤细的草茎化作了越来越粗壮的藤蔓，上面甚至开始浮现出深邃的金色纹路。短短半个时辰，蓝灵苍身上的气息便突破5万年级别，在跨过5万年修为的刹那，他体内蓝银草血脉同步进阶，由普通蓝银草蜕变为蓝银王血脉。突破5万年后，他彻底挣脱植物形态束缚，可凭魂力凝聚本体，进阶蓝银王的同时，蓝灵苍解锁全新天赋，号令群草，天下蓝银草皆能被他随意驱使。这份地位仅在蓝银皇与修为更高的蓝银王之下。一旁8万年级别的老蓝银王满心不解，眼前景象彻底颠覆了他数万年来对植物系魂兽的认知。一株仅有上百年修为的普通蓝银草，半个时辰内一跃成为蓝银王，此事若是传开，整个星斗大森林都会为之震动。更让他惊惧的是，蓝灵苍的修为仍在飞速攀升，继续突破。蓝灵苍全然无视老蓝银王，磅礴力量涌入四肢百骸，带来极致的充盈感，流逝的生命力不断被拔高的修为上限补足。6万、7万、8万年，他周身金色光芒愈发明亮，狂暴魂力化作层层涟漪向外扩散。老蓝银王吓得噤声，伏在地上瑟瑟发抖。修为抵达9万年，浓郁的蓝银血脉威压以蓝银祖地为中心，横扫星斗大森林外围。无数低阶魂兽在威压下发出哀鸣，纷纷匍匐在地。当体表金色纹路彻底转为蓝金色，蓝灵苍稳稳踏足10万年境界，全程毫无瓶颈。恶魔契约的霸道之力展露无遗，10万年修为稳固的瞬间，他的血脉再度升华，从蓝银王进阶为正统蓝银皇血脉。蓝灵苍缓缓睁眼，抬手便能感知体内磅礴力量。他觉醒的蓝银领域虽可大范围感知，指挥蓝银草，却无法做到绝对掌控。他看向仍伏在地上的老蓝银王，别装死了，起来回话。皇者血脉自带绝对压制。老蓝银王战战兢兢抬头，眼神里满是敬畏，生不出半分反抗之心。尊敬的新皇，您有何吩咐？我已是蓝银皇，为何无法号令整片大陆的蓝银族群？蓝灵苍道出心中疑惑，回禀新皇，蓝银一族同一时代，只认一位正统蓝银皇。老蓝银王长叹，我们的老皇尚在世间，他虽散去修为，化为人形离开森林，可只要他活着，就依旧是族群公认的蓝银皇。您虽拥有皇者血脉与修为，如今只能算作储君，如何才能成为唯一的蓝银皇？您的修为必须超越老皇化形前的境界，成功度过10万年魂兽第1道天劫，唯有经受雷霆洗礼，生命层次完成质变，您才能成为蓝银一族唯一的皇。蓝灵苍恍然大悟，旧皇不灭，新皇不立。他靠恶魔契约打破境界桎梏，却并未真正完成蜕变，想要取而代之，实力必须超越阿银。他心中毫无惧色，自身拥有9条性命，即便渡劫遇险，献祭1条性命便可化解危机，还能收获专属奖励。那位老皇离开森林多久？10日不长。他不久前在森林外围遇到2名历练的人类魂师，因好奇人间百态，便隐藏身份，跟随2人游历大陆。蓝灵苍心中了然，这正是原著中阿银出遇唐昊、唐啸兄弟的情节。此时唐三尚未出世，阿银与唐昊也未产生深厚羁绊，他还有机会改变阿银的命运。在他看来，化形魂兽爱上人类大多结局凄惨，难逃陷阱。身为蓝银皇，他必须护好整个族群。你退远一些，我要准备渡天劫。老蓝银王大惊，连忙劝阻，万万不可！以蓝银一族的血脉资质，即便您如今境界高深，渡劫依旧九死一生。当年老皇也是畏惧天劫，才选择化形避劫。我知晓凶险，既有决定，便有十足把握。蓝灵苍神色淡然，你即刻守护祖地族人，不要让他们被雷劫余波所伤。我也会分出精神，展开领域庇护众人。渡天劫本就凶险，您怎能再分神？只需保全自身便可，连族人都护不住，我又如何配做一族之皇？话音落下，蓝灵苍不再压制力量，恶魔契约全力运转。他清楚，蓝银皇肉身尚弱，难以硬抗天雷。此番渡劫，既是突破境界，也是彻底收服族人心。血脉压制终究不如真心追随稳固。同时，他也期待着献祭性命渡劫后，系统会给出怎样的奖励。随着1条性命献祭，他的修为稳步长至10.010千年。天地间骤然生出感应，天际乌云翻涌，数条银亮雷龙在云层中凝聚，滔天天威死死锁定半空的蓝灵苍。蓝灵苍眼神一凝，展开蓝银领域，蓝金色光照将整片祖地的蓝银草尽数护住。进阶蓝银皇后，他觉醒了飞行能力与超强
自愈力，淡蓝色虚影腾空而起，直面漫天雷霆，天劫的恐怖气息席卷四方。星斗大森林所有低阶魂兽尽数伏地颤抖。核心圈外的生命之湖旁，天青牛蟒大明探出头颅，神色凝重。泰坦巨猿二明立在岸边，化为人形的阿柔，本体形态的小舞也在此处。二明想要上前查看，阿柔连忙叮嘱他小心雷气。生命之湖深处，帝天、紫姬、碧姬、万妖王、雄军等一众顶级凶兽皆感知到天劫降临。地狱魔龙王紫姬开口感慨，翡翠天鹅碧姬向万妖王询问渡劫者身份。万妖王依靠植物根系传来的讯息，确认渡劫者是蓝银草新晋蓝银皇。雄军面露轻蔑，直言蓝银草出身低微，贸然渡劫纯属不自量力。一众凶兽皆冷眼旁观。蓝银一族实力孱弱，与核心区凶兽素无往来。在帝天眼中，蓝银草除基础治愈能力外再无长处，根本不值一提。他只想看看这株异类蓝银皇能在天雷下支撑多久。蓝银祖地上空，蓝灵苍凌空而立，直面滚滚雷云，毫无退缩之意。他清楚自身修为来的迅猛，肉身单薄，难以硬抗雷劫，索性坦然展露皇者傲骨。天雷被彻底激怒，第一道雷龙裹挟毁灭电光猛扑而来。来得好！蓝灵苍运转全部魂力，迎出蓝金色蓝银霸王枪，奋力掷出，长枪与雷龙相撞，强光刺的下方老蓝银王紧闭双眼。数秒过后，霸王枪碎裂，雷龙威势稍减，依旧直冲蓝灵苍而去。蓝灵苍神色一沉，无数经文蓝银草拔地而起，在头顶交织成厚重藤蔓壁垒。他心中暗自思索，蓝银草本源偏弱，在纯粹毁灭之力面前短板尽显，依靠9条性命，他最多能安稳冲到90万年。可之后还有连帝天都畏惧的100万年成神天劫，再加上神界神奇立场对立，未来成神必然麻烦重重。他想起蓝轩于体内融合金龙王、银龙王血脉的变异蓝银草，经文善战，银文御使元素，若是能融合两股力量，天劫便不足为惧。可惜他没有复刻吞噬他人血脉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系统。思绪转瞬即逝，雷龙轰然砸在藤蔓壁垒上，天雷本就克制植物魂兽，壁垒瞬间焦黑碎裂，雷电尽数落在蓝灵苍的虚影之上，躯体被撕裂、烤焦，生机快速流逝，身躯直向地面坠落。就在生机断绝的瞬间，9条命能力触发，一道光芒笼罩其身，1条性命被扣除。天地法则判定渡劫者陨落，雷劫渐渐散去，紧随而来的规则之力快速修复伤势。蓝灵苍原地复活，重回巅峰，劫后余生。他暗自感慨死亡的痛苦，不愿再经历第二次。山巅之上的碧姬全程目睹全过程，本想在对方重伤时出手医治，可起死回生的一幕让他大为震惊。即便是擅长治愈的翡翠天鹅一族，也做不到如此手段。紫姬眼中异彩连连，心生交好之意。二人随后转身返回核心区，祖地之内，绝望化作欢腾。老蓝银王亲眼见证神迹，又惊又敬，率领全族伏拜庆贺。漫山蓝银草随风摇曳，化作一片幽蓝色海洋。蓝灵苍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催动蓝银领域，洒落精纯生命光与滋养族人。在能量洗礼下，普通蓝银草愈发茁壮。他心中盘算，这般滋养或许能催生出更多蓝银王，成为自己的助力。献祭性命的奖励随之到来，10万年魂兽的生存与厮杀经验。蓝灵苍本是异世之人，虽熟知剧情，却缺少实战与丛林生存本领。如今时间线早已偏离原著，这份经验来得恰到好处。接纳经验后，他的眼神变得愈发凌厉。不多时，一道庞大身影降临祖地上空，正是泰坦巨猿二明。浑厚的威压让整片蓝银草剧烈颤抖，8万年级别的老蓝银王也难以站稳。蓝灵苍催动领域，驱散笼罩族人的压力。二明上下打量着他，直言从未见过蓝银草成功渡劫，提出想要切磋。蓝灵苍打趣反问，为何不去找天青牛蟒交手？二明见对方知晓自己与大明，越发好奇，执意分个高下。他与大明常年交手毫无新意，大凶之地又凶险万分，连他都不敢轻易涉足。二明不再多言，一拳裹挟劲风轰出。蓝灵苍凝出蓝银霸王枪迎击，枪拳相撞，巨响震天。泰坦巨猿力量冠绝森林，霸王枪很快布满裂纹，应声碎裂。蓝灵苍催动蓝银领域，生机之力瞬间修复长枪，且更加强韧。地面经文蓝银草疯狂涌出，层层缠绕向二明。领域加持下，藤蔓韧性大增，二明一时难以挣脱。双方缠斗在一起，周遭树木接连倒塌，能量肆意扩散。交手间，蓝灵苍认清实力差距，自己刚入10万年，实力对标93级封号斗罗，二明拥有13万年修为，堪比95至96级封号斗罗。缠斗中，二明施展出10倍重力领域，蓝银草不堪重压纷纷断裂。他步步紧逼，直言蓝银皇自愈能力强悍，却缺少强攻手段，想要取胜，便要重创对方本源，不给其恢复机会。蓝灵苍坦然承认不敌，同时暗中催动恶魔契约，一边交手一边献祭寿命提升修为。半个时辰内，他的修为从10万年一路暴涨，最终稳稳突破20万年。二明目瞪口呆，无法理解这违背常理的突破。修为定格后，蓝灵苍踏入伪凶兽行列，虽未渡20万年天劫，却凝聚出完整人形。淡蓝色虚影消散，一名身姿挺拔的青年现身，蓝金色长发随风飘动，肌肤上布满蓝银草纹路，发间斜插一根蓝金色蓝银草，是魂兽化形的象征。蓝银领域随之完成蜕变，原本的领域可掌控植物、探查范围、隔绝能量、抵御毒素与精神干扰，还拥有森林万象、海纳百川2大特性。进阶凶兽级别后，领域新增能力，可借助附着在对手身上的蓝银草，抽取对方魂力与体力化为己用。他将其命名为生灵剥夺。蓝灵苍收敛思绪，进阶后的领域骤然收缩，所有力量聚拢在二明周身，倒伏的蓝银草冲破重力束缚，藤蔓死死缠住二明四肢躯干。二明奋力挣扎，却发现藤蔓坚韧无比，根本无法挣脱。藤蔓尖刺刺入皮毛，体内力量飞速流失。这位森林霸主竟被一株蓝银草彻底压制。就在此时，一道洪亮声音传来：“还请手下留情，饶我二弟一命。”天青牛蟒大明现身半空，蓝灵苍淡笑：“你观望许久，如今终于肯现身了。”
了。大明面露尴尬，我兄弟二人冒昧前来，只因一时好奇，并非有意争斗，我本无意伤他，否则方才便引动天劫了。兰陵苍语气带着几分戏谑，提及20万年天劫，大明与二明皆是心头一寒。大明身负真龙血脉，实力更强，面对此等天劫依旧九死一生，多谢蓝银皇手下留情。我名大明，身旁是二明，敢问阁下名号？大明心思缜密，一心想要交好这位强者。兰陵苍青年话音一冷，从今往后这片区域由我做主。二人不敢反驳，连忙俯首应下。兰陵苍挥挥手让二人离去，兄弟二人转身疾驰而走。他们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却不敢贸然动手，对方修为暴涨的手段太过诡异，激战中若再度突破，引动天劫，二人必会被余波重创，逃回栖身的星火湖，二人才彻底安心。大明厉声斥责二明行事鲁莽，告诫他不可因对方本体是蓝银草便心生轻视。二明低头认错，直言对方掠夺力量的能力诡异大扰。大明神色凝重，认为兰陵苍潜力无穷，迟早会被大凶之地的顶级魂兽盯上，叮嘱众人安分守己，不要与之走得过近。一旁的阿柔与小舞听闻经过，皆是满脸震惊，谁也没想到星斗大森林会出现这样一位特殊的植物系强者。蓝银祖地内，兰陵苍回到老蓝银王身前，我要离开祖地一段时日，临走前会布下守护结界，即便是10万年魂兽也难以攻破。他话锋一转，你活了数万年，可有名字？老蓝银王摇了摇头，常年潜心修炼，他从未拥有名号，我为你赐名。老蓝银王激动跪拜，能得皇者赐名，是莫大的荣耀，从今往后你便叫兰森。兰森欣喜不已，连忙询问归期。归期不定，短则数月，长则1-2年。兰陵苍望向远方，我外出一是寻找机缘，如今20万年境界已成，下一次天劫凶险至极，必须提前夯实根基。二是寻回老黄阿银，他初入人间，不安人心，独自在外太过危险。兰森连连叹息，10万年天劫生死难料，若非被逼无奈，没有魂兽愿意舍弃修为化形重修。兰陵苍点头认同，随即化作一道蓝金色流光，向着森林外围飞去。他此行第一站并非寻找阿银，而是冰火两仪眼。阿银刚跟随唐昊、唐啸上路，暂时没有危险，如今他剩余的保命力量仅能支撑到89万年修为，90万年、100万年天劫再无依仗，他必须从根源强化蓝银帝皇血脉。眼下有2条路：采摘大陆顶级仙草淬炼本源，或是尝试复制顶尖血脉。他最渴望的是生命之湖下沉睡的银龙王血脉。银龙王执掌天地元素，与生命本源高度契合。后是蓝轩与融合晶、银两大龙王血脉，让蓝银草脱胎换骨便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暂时无法复制血脉，他也希望未来能演化出吞噬类能力。夜色降临，旷野间篝火熊熊，阿银、唐昊、唐啸围坐在火堆旁，2座帐篷立在一旁。阿银心绪不宁，他清晰感知到自己对蓝银族群的掌控力被旁人夺走，族中仅有8万年级别的老蓝银王，根本无法撼动他的地位。唯一的答案便是族中出现了度过10万年天劫的强者。他刚刚离开祖地，族群便生巨变。阿银心中慌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找机会返回蓝银祖地，查清事情原委。数日之后，兰陵苍抵达落日森林上空，此地植被繁茂，遍地蓝银草。他落地瞬间铺开蓝银领域，整片森林的蓝银草尽数摇曳致意，依托草木共鸣。他精准锁定冰火两仪眼位置，身形一闪，疾驰冲入山谷，悬浮山谷上空，四周空气清新，并无原著中的浓重毒物。兰陵苍心中了然，此刻独步伯尚未发现这处秘境。独步伯是78岁卡在78级巅峰，身中剧毒反噬时，才机缘巧合寻到冰火两仪眼压制毒素，突破封号斗罗。如今的他尚且默默无闻，确认无人打扰。兰陵苍飞入火山口状的山谷秘境，谷底雾气缭绕，药香浓郁，遍地奇花异草，色彩斑斓，除却熟知的顶级仙品，其余灵草他虽不识，却丝毫不影响淬炼自身。他径直走到冰火泉眼旁，目光锁定2大极致仙品烈火性胶书与8角玄冰草。他深知原著中唐三采摘仙品的繁琐方法，却全然不必效仿。身为20万年凶兽，他无需人类器具，更不用刻意中和寒热属性。兰陵苍心念一动，2道蓝银藤蔓疾驰而出，死死缠绕2株仙品，极致的极寒与极热能量瞬间爆发，试图侵蚀他的身躯。他冷哼一声，浩荡的20万年魂力化作严密的蓝金色壁垒，强势压制肆虐的冰火能量。蓝银帝皇吞噬天赋全力开启，在绝对修为的碾压下，2株仙品的精纯药力被强行剥离，源源不断涌入他的体内。3日炼化，兰陵苍缓缓睁眼，通体神清气爽。他抬手凝出一株蓝银草，草叶之上，原本的蓝金皇者纹路旁新增了赤红烈焰与冰蓝玄冰2道纹路。彻底炼化2大仙品后，他解锁了极致冰火双抗与百毒不侵体质。相较于人类魂师直接服食的低效吸收方式，他的魂兽吞噬之法效率翻倍。但他清楚，仅靠这2株仙品依旧难以稳渡20万年天劫。借助凶兽级别的精神感知，他精准筛选谷内灵草，挑选一众契合自身、蕴含磅礴生命本源与精神力的仙草持续炼化。万妖王仅凭1株契合仙草便登顶植物凶兽，度过50万年天劫。他接连吞噬顶尖仙品，足以大幅夯实根基，提升天劫存活率。整整1月时间，兰陵苍扎根冰火两仪眼，相继炼化忘川秋水露与多株高阶生命仙草。忘川秋水露大幅增幅精神力，让他无需固定魂技，便可随心操控蓝银草，创造各类自创攻防招式。海量生命仙草淬炼本源，让他的肉身、藤蔓韧性与生命力再度暴涨，一切准备就绪。兰陵苍不再停留，他无法依靠冥想吸纳天地能量，冰火两仪眼的增速效果对他无用，自身献祭寿命的能力远比秘境加持强悍。轰然一声巨响，他冲天而起，冲出山谷。半空之中，他催动整片山谷的蓝银草疯长，万千蓝金色藤蔓交织缠绕，化作坚不可摧的密闭结界，彻底封死冰火两仪眼入口。这处至宝秘境自此归他所有，唯有封号斗罗能强行攻破。结界留存他的精神印记，遇袭即刻预警。处理完秘境，兰陵苍
苍想起自身金蛋机缘，金蛋正常需11年方可孵化，唯有猎杀封号斗罗或10万年魂兽能缩短1年时长。他早已探查得知，武魂殿早已暗中盯上了阿银，只是忌惮昊天宗一直按兵不动，这正是他的机会。他不愿无故猎杀同族魂兽，亦不滥杀普通人类。可武魂殿魂师主动觊觎魂兽魂环、魂骨，主动上门滋事，便是绝佳的金蛋养料。他可借阿银为诱饵，引出武魂殿乃至昊天宗的封号斗罗，借机缩短孵化时间。心念既定，兰陵苍提速疾驰，朝着阿银的方位赶去。彼时，唐昊、唐啸与阿银正行走在巴拉克王国边境的偏僻官道上。巴拉克王国疆域不大，魂师氛围浓厚，是绝佳的历练之地。1个多月来，阿银始终心系祖地，心不在焉。在他的刻意引导下，三人距离星斗大森林仅剩2日路程。前方唐昊、唐啸正闲谈赶路见闻，一道修长身影毫无征兆的凌空浮现，拦在三人必经之路。来人正是兰陵苍，他负手而立，3尺凌空，蓝金色长发随风飞扬，俊朗面容带着从容笑意，魂力凝聚的华袍周身流转，无形的上位者威压悄然弥散。唐昊、唐啸神色骤变，满心警惕，二人皆是魂斗罗强者，唐啸更是高阶魂斗罗，却完全看不透眼前青年的修为深浅。唐昊沉声开口，语气戒备：“来者不善，阁下究竟是何人？”唐啸跨前一步，将阿银护在身后，面色沉重的开口喝道：“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此，拦住我们的去路？”伴随着质问声，昊天锤已经出现在他们手中。兰陵苍轻笑一声：“我是来带阿银回去的。”阿银右手置于胸前，紧紧握着，看着兰陵苍，他能感受到兰陵苍身上那股令人熟悉的气息，同为蓝银皇的气息。他的身上还有蓝银祖地特有的气味，而且面对兰陵苍，他有种隐隐被压制的感觉。这还是兰陵苍未散发出太多气息的情况下。阿银明白，眼前这人或许就是那夺了他蓝银皇全部掌控权的人，但他对兰陵苍并无被夺走权柄的仇恨，更多的是好奇，好奇他是怎么度过天劫的，也好奇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真的就是为了带走自己吗？而兰陵苍没有理会唐啸和唐昊，而是看向阿银，淡淡道：“我出现在这里，你应该明白了什么，对吧？那么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你是要乖乖和我回森林去，还是打算继续跟着这2个人类在外面瞎晃？跟我走，我有办法帮你解决眼前的困境。”听到这句话，阿银的心头猛地一颤，他自然明白兰陵苍口中所说的帮他是什么意思。阿银转过头，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身旁的唐啸和唐昊，随后深吸一口气，在心底彻底下定了决心：“好，我和你回去。”阿银的声音虽然轻柔，却透着一股坚定之意，毕竟他跟着唐啸、唐昊2兄弟结伴历练，满打满算还不到2个月，这短短几十天的相处，他与2人之间自然不可能产生过于深厚，甚至可以托付生死的感情。更何况眼前这位新皇既然能跨越天界而来，实力必定恐怖至极，有这样一位强大的同族皇者在，自然可以轻易庇佑整个蓝银一族，同样也能庇佑现在的他。既然如此，他便没必要再冒着生命危险，在危机四伏的人类世界继续历练。像他这种化形魂兽在外游荡，一旦运气不好碰到人类封号斗罗，便是死路一条。虽说他拥有蓝银领域最高奥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能让他在绝境中不死，但这不死的代价极大，仅是令他重新退化为一颗毫无修为的蓝银草种子。虽能保留意识，可10万年修为瞬间归零，再等10万年才能重新化形，这与彻底死亡又有何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在阿银做出决定的同时，一旁的唐昊死死盯着半空中的兰陵苍，浓眉紧皱，他敏锐地从兰陵苍刚才轻描淡写的话语中捕捉到一个刺耳的字眼：人类。这青年为何提及他们兄弟时，特意用上这2个人类这种格格不入的称呼？唐昊心底细思极恐，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一个让他不敢相信的猜测。别看唐昊外表5大3粗，一副莽汉模样，可在关键事情的洞察力上，他异常敏锐，属于外表粗犷、内心细腻的类型。而一旁的唐啸则没有弟弟想得多，他满眼不可置信地转头看向阿银，声音带着几分焦急：“阿银，你怎么能跟他走？”可还没等唐啸把挽留的话说完，变故陡生，在阿银脚下毫无征兆地破土而出一条散发璀璨光泽的蓝金色藤蔓，这藤蔓犹如灵活灵蛇，瞬间轻柔缠绕住阿银盈盈一握的纤纤细腰，紧接着微微发力，将他整个人拉到半空中，落在兰陵苍身旁。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到让唐啸、唐昊2名魂斗罗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阿银站在半空中，感受着腰间那股精纯的蓝银皇魂力，有些疑惑地看着身旁的青年：“你可以叫我兰陵苍。”兰陵苍转过头对阿银轻笑一声：“看你的反应，你应该也猜到我的身份了。没错，我顶替了你，成为了蓝银一族的新皇。”就在阿银张了张红唇，还想再问些什么的时候，下方的唐昊猛地开口，语气冰冷：“但你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攻击力，想必你们身上应该有不少魂骨吧？而且看这魂力凝练程度，数量不少，品质也不低。”此话一出，唐昊和唐啸的脸色同时微动，眼神闪过一丝警惕。兰陵苍却不管他们的反应，自顾自继续说道：“据我所知，正常情况下，魂兽爆出魂骨的概率只有1/1000，哪怕是万年魂兽，概率也不会提升多少。”兰陵苍的声音渐渐变冷，带着逼人的审视意味。可在我的精神感知下，你们2人身上散发的魂骨气息，全都是万年品质以上的极品，且5万年以上的极品魂骨，你们2兄弟加起来最少有3块之多。兰陵苍眼神一凝，周身空气仿佛随他的情绪降至冰点。概率这么低，你们却能拥有这么多高阶魂骨，你们是为了魂骨去暴力虐杀魂兽了吗？此话一出，站在兰陵苍身旁的阿银，绝美的面色瞬间大变，原本平静的脸庞变得异常难看，甚至嘴角都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作为魂兽化形魂师，为自身晋级正常猎杀魂兽，获取魂环，这在斗罗大陆的生存法则
则重，他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为了魂骨而残忍猎杀、折磨魂兽，这完全触及了阿银的底线。在他看来，这种为自身利益而丧失底线的虐杀行为，恶劣到令人发指。阿银不清楚兰陵苍是凭借强大实力自行感知，还是用其他神秘手段得知，但他心底对这位同族皇者有着天然的信任，绝对相信他不会在这件事上欺骗自己。更重要的是，从对面唐昊、唐啸两兄弟瞬间僵硬的脸色来看，阿银不用想也知道，兰陵苍所说的一切全是真话。而实际上，兰陵苍是否真能凭借感知精准探查对方魂骨数量与年限？当然不可能。他能说的这么准，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剧情，开了上帝视角。而他之所以在此时当着阿银的面赤裸裸揭露此事，目的只有一个，最大化增加阿银对这两兄弟的厌恶。毕竟阿银心地善良，又与这两个人类有过2个多月的同行交情，在这关键时刻，兰陵苍必须用最锋利的刀，彻底斩断阿银心中对人类的最后一丝好感。杀人还要诛心。就在兰陵苍话音刚落，气氛压抑到极点的瞬间，异变陡升，在兰陵苍身后突然爆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一道猛烈攻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奔他后背要害而来。第7魂技武魂真身，第9魂技穿云破风斩。伴随着一声苍老而狠厉的爆喝，天空中莫名浮现出一只体型巨大的苍背云鹰。这云鹰虚影遮天蔽日，猛地收拢巨大双翼，将全身魂力疯狂凝聚于锐利鹰喙之上。刹那间，一枚散发银白色光芒的锥形光弹凝聚成型，撕裂空间阻碍，带着尖锐刺耳的破空声，狠狠攻向兰陵苍后背。小心！一旁的阿银瞬间花容失色，惊呼出声。他万万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暗处竟还隐藏着封号斗罗偷袭。对方动用第9魂技，无疑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也就是说，他与唐昊、唐啸同行之时，早已被封号斗罗盯上。你们2个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这是10万年化形魂兽，绝不能放走。那封号斗罗厉声喝道：“还不快点和我一起攻击拿下他！”唐昊和唐啸自然不傻，听到提醒，眼中再次燃起杀意。杀神领域魂骨技能灭月重锤，唐昊直接发动身上那块最为珍贵的7万年极品魂骨技能，随后他那施展武魂真身的巨大昊天锤，威力瞬间暴涨，红色锤芒如海啸般涌动，带着泰山压顶之势，狠狠朝兰陵苍头顶砸去。而另一边的唐啸也默契的同时发动传承魂骨技能狂啸锤罡，巨大的昊天锤迅速凝聚魂力，眨眼间化作数道实质般的巨大回旋锤罡飞射而出，直扑兰陵苍正前方。一时间，上方是唐昊的烈月重锤，后方有封号斗罗的穿云破碎，正前方则是唐啸的狂啸锤罡。兰陵苍所有退路被彻底堵死，陷入必死绝境。面对3方毁天灭地的绝杀合击，兰陵苍毫无慌乱，他早已察觉暗处隐藏的封号斗罗，对方即便刻意隐匿，也没能逃过他的探查。想来此人是武魂殿派来监视唐昊、唐啸兄弟，意外发现2人与10万年魂兽化形的阿银有所牵扯，小心了，待在我怀里不要乱动。兰陵苍一把拦住阿银纤细的腰肢，将他紧紧拥入怀中，感受到怀抱的温度，原本惊慌的阿银心脏渐渐安定下来。安抚好阿银，兰陵苍眼神一厉，低喝出声，蓝银领域全开，木之本源元素掌控。下一刻，缠绕在阿银腰间的蓝金色藤蔓骤然暴涨，在虚空快速交织变形，转瞬凝聚成一柄交织着烈焰与玄冰气息的红蓝长枪，长枪裹挟着强悍的贯穿之力。与此同时，无数蓝银草疯狂涌现，彼此交织缠绕，在原地构筑出一座庞大坚固的蓝银囚笼，将外界所有攻击尽数隔绝。此刻，兰陵苍不再掩饰，体内一直压制的魂力气息毫无保留的爆发，一股远超10万年魂兽的恐怖气势冲天而起，蓝金色气柱直上云霄，轰隆隆巨响传来，红蓝长枪依托蓝银领域稳稳挡下封号斗罗的第9魂技偷袭，坚固的蓝银囚笼也轻松接下唐昊与唐啸的魂骨技能，僵持不过数秒，9天之上突生变故，震耳欲聋的雷声毫无征兆的炸响，狂风大作，晴朗夜空被漫天乌云笼罩，厚重云层不断翻涌，深处闪烁着猩红毁灭雷光，一股震慑灵魂的天威牢牢锁定下方区域。这是天劫？怎么会是天劫？被抱在怀中的阿银抬头望向天劫，满脸难以置信。兰陵苍语气平淡：“这是20万年天劫，是我特意为这位封号斗罗准备的见面礼。”阿银心中愕然，没想到兰陵苍早已知晓对方存在，心底也愈发好奇他的身份与实力。唐啸抬头看向猩红雷电，只觉头皮发麻，这股雷威绝非2人能够抗衡。大哥，快跑！一旦被锁定，我们就完了！唐昊高声大喊。兄弟2人默契转身，化作2道流光，催动全速远离雷劫范围。2人修为在场中除阿银外最低，依照天劫锁定规则，暂时不会被针对。兰陵苍并未理会逃走的唐昊与唐啸，他的目标本就不是这2位尚未成长的后辈。他冰冷的目光死死盯住半空里企图逃窜的封号斗罗，既然来了，想走没那么容易。兰陵苍冷笑一声，无数藤蔓瞬间交织成天罗地网，彻底封死封号斗罗的退路。对方大惊失色，全力催动魂力突围，可经过仙草淬炼的蓝银黄藤蔓，坚韧与恢复力远超他的想象。逼近的天雷让这位封号斗罗彻底恐慌，他疯狂挣扎嘶吼：“放开我！我是武魂殿长老，你若伤我，便是与整个武魂殿为敌。”面对对方色厉内荏的威胁，兰陵苍朗声大笑：“那又如何？别用武魂殿胁迫我，今日我便直言，武魂殿封号斗罗，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一双。”话音落下，苍穹之上酝酿已久的20万年血色雷霆轰然劈落，天雷降临前一瞬，兰陵苍挥手甩出藤蔓，将阿银层层包裹成茧，顺势送出天劫范围。你千万要小心！身处安全地带的阿银望着被雷光吞没的身影，眼眶泛红。血色天雷率先击中被刻意留下的武魂殿封号斗罗，对方身躯瞬间被劈得焦黑，金弹孵化剩余时间10年。兰陵苍看着提示，嘴角微微上扬。击溃封号斗罗后，剩余雷威尽数轰击在兰陵苍身上。他早就在思索借助恶魔契约提升修为，当初渡10万年天劫时，便想过以19万年修为尝试渡劫，却被系统驳回。系统明
明确规则，魂兽必须亲身承受天劫才能突破修为，他只会提供辅助，不会打破斗罗世界的既定规则。轰轰轰！蓝灵苍体表的藤蔓铠甲在雷霆冲击下寸寸碎裂，皮肉焦黑，鲜血不断涌出。不知过了多久，漫天雷云渐渐消散。这一次他并未损耗性命，凭借深厚底蕴与机缘，虽身受重创，依旧成功度过20万年天劫。此番能够顺利渡劫，离不开此前服用的多株仙草，冰火两仪眼灵草淬炼体魄，忘川仙草增幅精神力，还有一株无名仙草壮大自身生命力。他如今攻击力偏弱，攻击手段单一，但生存能力极为顶尖。而渡劫最需要正面扛下雷劫的战力，单纯论承受能力，生命系魂兽翡翠天鹅碧姬远胜于他。可即便如此，碧姬也必须依靠地天庇护才能安稳渡劫。剧痛之下，蓝灵苍力竭从半空坠落。蓝灵苍，阿银见他渡劫成功，却伤势惨重，立刻快步奔来，全力催动蓝银领域，调动周遭蓝银草缠住他的身躯。阿银扶住浑身焦黑的蓝灵苍，满脸担忧：“你怎么样了？”他运转蓝银领域全力施救，可他如今只是魂宗，即便掌握蓝银领域至高奥义，也无力修复20万年天劫留下的重创。蓝灵苍握住他的手，轻轻摇头：“无妨，我自行调息便可，伤势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复原。”阿银搀扶起他，忧心忡忡开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要返回祖地吗？如今身份已经暴露，很快就会有人类强者寻来。方才你本该拦下唐昊、唐啸，想来是看在我的份上才手下留情。”他接着说道：“唐昊兄弟出自昊天宗，乃是大陆第一魂师宗门，宗门内至少有3位封号斗罗，最强的祖父唐晨更是当世绝世斗罗，只是他外出寻找先机，至今下落不明。方才被杀的封号斗罗属于武魂殿，这是大陆魂师数量最多的势力，麾下封号斗罗数不胜数，同样拥有99级绝世斗罗坐镇。”蓝灵苍轻笑：“不必担忧，我说过，来多少我便杀多少。我如今修为、战力等同于人类96级封号斗罗，若是比拼防御、游走与控制，就算是97级超级斗罗也赢不了我。”度过20万年天劫后，他的身躯在天威淬炼下完成蜕变，综合属性大幅提升。20万年魂兽被称作凶兽，实力与10万年魂兽有着天壤之别。单论攻击力，他已然超越泰坦巨猿与天青牛蟒两大凶兽，实力最多媲美96级魂师，甚至还要稍逊一筹。除此之外，大范围探查、攻击与控制能力更是大明二明无法比拟。如今他无需主动开启蓝银领域，便能沟通大范围之内的所有蓝银草。在蓝银祖地，一旦有封号斗罗踏入外围，他立刻就能凭借蓝银草的感知察觉，这是植物系霸主魂兽独有的优势。我们先离开此地，蓝灵苍说道：“我带你去一处地方，那里能让我快速疗伤，对你的修为提升也大有帮助。是什么地方？”阿银好奇问道。“到了你便知晓，抓紧我！”蓝灵苍环住阿银的腰肢，催动魂力腾空，朝着落日森林飞去。近距离的接触让阿银面颊微微泛红，这是他第一次和异性靠得如此之近。二人一路赶路，抵达天斗帝国境内的落日森林，找到一处极为隐蔽的山谷。蓝灵苍操控藤蔓移开遮掩，带着阿银落向山谷深处。这里究竟是何处？阿银环顾四周，清晰感受到空气中充盈的精纯能量。此地名为冰火两仪眼，你虽化形为人，本源仍是魂兽，在这里修炼，速度可以提升10倍。蓝灵苍笑着解释：“以你现在的状态，在此修炼，不出1年便能突破至魂王。”阿银目前修为44级魂宗，魂兽化形先天魂力皆为10级，在普通环境下，他想要从魂宗突破到50级魂王，至少需要2年。他跟随唐昊兄弟历练，没有学院的拟态修炼环境，修炼进度本就受限。我可以留在这里修炼吗？阿银眼中满是惊喜。当然可以，这便是我带你前来的本意。蓝灵苍面露温和笑意，你安心在此修炼，这里十分安全。待时机成熟，我会将祖地所有蓝银族人都接来此处，借助10倍修炼速度，让大家都冲击10万年修为。说完，蓝灵苍走到山谷角落，小心摘下一株通体雪白、晶莹剔透、周身萦绕清香的仙品——水仙玉击骨。他拿着仙品回到阿银面前，这株水仙玉击骨能洗涤凝练你的魂力，进一步加快修炼速度。除了顶尖生命系仙草，其余仙品对你提升有限，而顶级仙草我早已全部服用。冰火两仪眼的顶级仙品本就稀少，你我同属植物系魂兽，能用的机缘更是寥寥。阿银望着眼前的仙品，有些局促地指着自己：“这是送给我的吗？”蓝灵苍点头，收下炼化吧，用不了3个月，你就能顺利突破魂王。阿银心中满是感动，抬眸看向他，问出心中疑惑：“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蓝灵苍坦然开口：“没有复杂缘由，其你我同族，本就该互帮互助。我也知晓你品性纯良，值得信任。其二，蓝银一族整体战力薄弱，族中除我之外，再无独当一面的强者，就连祖地内至8万年级别的蓝银王也是如此。我以为他取名蓝森。其三，你是族群里唯一成功化形的族人，我们可以走2条不同的路，一同朝着武道顶峰前行。”他心中清楚，2条道路都布满艰险，即便阿银未来修成99级极限斗罗，想要获得神位传承，希望也十分渺茫。龙神陨落之后，化形魂兽成神本就艰难，成功率不足2成。朝着顶峰前行，是冲击封号斗罗吗？阿银问道。不是，蓝灵苍摇头，是成神。他继续解释，你化形之后，最大的危机便是身份暴露，遭到人类猎杀。有我在，这份危险无需担忧。等你达到60级凝聚本命魂环后，第7、8、9魂环都需要猎杀魂兽获取。我希望你从第7魂环开始，全部配备10万年乃至20万年魂环。这怎么可能？除非魂兽自愿献祭，这种事太过罕见。阿银大为震惊，并非难事。
世。兰陵苍淡淡说道：“大陆上的凶兽同样渴望永生，渴望成神。你可以成为他们的载体，接受陷阱。日后你若成神，便能从魂环、魂骨留存的灵魂之力中，将他们一一复活。不过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他补充道：“我身负恶魔契约，只要安稳度过后续数次天劫，成神并非难事。即便没有现成神位，我也能自创神位。好了，你先安心炼化仙品，这些事日后再说。”阿银压下心中震撼，选择相信兰陵苍。这位20万年蓝银帝皇的崛起充满神秘，但他便是整个蓝银一族的底气。阿银盘膝坐下，开始吸收水仙玉击补的药力。兰陵苍则望向冰火两仪眼的湖面，想要窥探湖底。他知晓这里沉睡着冰火龙王2具神级遗骸，遗骸内残存龙魂与龙丹，若是能够将其吸收，自身修为与血脉都会迎来质变。但2大龙王生前乃是1级神器，即便陨落，残存神魂也堪比99级极限斗罗，以他目前的实力无法抗衡。3个时辰后，阿银缓缓睁眼，彻底炼化了仙品药力。他容貌愈发清丽，肌肤细腻通透，周身萦绕草木清香。我突破到48级了，魂力一下子提升了4级。阿银难掩欣喜。那就好，兰陵苍说道，我会留在这里陪你，等你突破50级魂王，我们再一同返回祖地。阿银面露担忧，留在这里修炼会不会耽误你的事情？而且昊天宗和武魂殿说不定会去祖地寻麻烦。放心，兰陵苍笑道，凭借蓝银一族的能力，我千里之外也能和祖地联络。离开前，我在祖地布下能量屏障，防御堪比封号斗罗，短时间内无人能够攻破。况且他们根本不知道祖地位置，光是搜寻就要耗费大量时间。安排妥当后，兰陵苍开始着手打造本命武器。他清楚自身短板，渡劫后防御生命力拉满，却缺少强力强攻手段，急需一柄本命武器弥补近战爆发的不足。他准备凝练一柄3米长的长剑，将其命名为蓝银霸皇枪。这柄长枪和普通蓝银霸王枪截然不同，外形上枪身长3米且可伸缩，材质上蓝银霸皇枪由他自身最坚韧的本命藤蔓凝练而成，锐度与坚韧度远超寻常长枪。接下来的日子，他会持续消耗修为，日夜温养淬炼，让藤蔓与自身心血相融，打造一柄无坚不摧的神兵。数日之后，天斗帝国群山深处，昊天宗之内，唐啸与唐昊连夜赶回，径直前往宗主大殿拜见现任宗主94级封号斗罗唐兰。宏伟的宗主大殿内，气氛一片压抑。你们2人为何突然折返？主位上的唐兰面色苍白，开口问道。他从2人急匆匆的样子看出有大事发生。唐啸面色严肃地说：“父亲。”接着将遇见阿银、兰陵苍强势拦截、武魂殿封号斗罗偷袭以及天雷降临的细节事无巨细地向父亲吐露。什么？唐兰猛地坐直身体。你们遇见了2头蓝银一族魂兽，其中1头是10万年魂兽化形，已是魂宗修为，另1头具体修为不知，但看到他引动了雷电。是的，父亲。唐昊沉声说。那雷霆威力很强，那位武魂殿封号斗罗在对方雷霆轰击下，一击就化作了焦炭。唐兰陷入沉思，对蓝银草一族大陆上其他势力了解极少。根据唐昊、唐啸带回的消息，不难判断，蓝银草一族中定然存在皇者。但最让唐兰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孱弱的蓝银草竟能诞生10万年级别的魂兽。唐兰深吸一口气，面色严肃，立刻召集宗门所有长老商议此事。那位能引动雷霆的蓝银皇，实力起码堪比95级封号斗罗。唐兰看着2人继续说：“你们也清楚，你们祖父离开宗门数年，杳无音讯。如今宗门内除我之外，只有大长老唐玄一位93级封号斗罗。我们可以将目标放在那头化形的10万年魂兽身上。至于实力更强的蓝银皇，暂且不去招惹。”说着，唐兰看向2人，眼中带着欣慰。还好你们2个没有因为和对方相处2个月就心生恻隐，这才是我昊天宗的好儿郎。听到父亲夸奖，唐昊和唐啸默默对视，眼中都流露出复杂情绪。要说对阿银没有好感，那是假话。可魂师与魂兽天生对立，加上宗门大义压肩，注定有缘无分。10万年魂环与10万年魂骨，对任何魂师都有致命诱捕。唐啸心里清楚，就算真猎杀了阿银，10万年魂环与魂骨十有8九会归唐昊。可他也明白，唐昊天资远胜自己，如今祖父唐晨不在，昊天宗虽号称大陆第1宗门，面对武魂殿却已显露颓势。父亲身体孱弱，宗门急需新封号斗罗坐镇，况且唐昊已集齐5块魂骨，再得最后1块便能施展完整炸环。1刻钟后，所有长老齐聚议事大殿，唐兰讲述整件事来龙去脉，环顾6位长老，诸位对此事怎么看？宗门内唯有大长老唐玄是93级封号斗罗，其余5位皆是魂斗罗境界。宗主、大长老唐玄率先开口，此事无需犹豫，由我带队前去即可。难得遇上1头10万年化形魂兽，绝不能放过。如今宗门处境堪忧，唯有让唐昊尽快突破封号斗罗，掌握完整炸环与大须弥锤，昊天宗才能重新站稳脚跟。我赞同大长老看法。2长老接口，随即话锋一转，但眼下唐昊距90级还有不小差距，无具备吸收10万年魂环的条件。反观唐啸，魂力已达88级，突破90级指日可待。所以我提议，若有机会，10万年魂环先由唐啸吸收，10万年魂骨归唐昊，日后若再有机会猎杀那能引动雷劫的强大魂兽，再调换过来。唐啸与唐昊都没料到2长老会这样提议，唐昊起初心里也略有不满。论天赋他远超兄长，可听完2长老后半番话，唐昊的不满便烟消云散。明眼人都看得出，那能引动雷劫的蓝银皇实力必然远在阿银之上，魂环年限恐远超10万年。对于2长老的提议，包括宗主唐兰在内，所有人全票通过。好，唐兰看向唐昊、唐啸，接下来你们留在宗门全力闭关，我会派人
联络闵之一族，紧盯武魂殿动向。我们目前不清楚蓝银皇一行人所在位置，不妨静观其变，等武魂殿与对方拼得两败俱伤，再坐收渔翁之利。半个月后，陨落封号斗罗的死讯传回武魂殿，经探查得知，唐昊与唐啸已返回昊天宗，10万年化形魂兽也不知所踪。二人最后现身地点只残留浓烈雷电气息。武魂殿、教皇殿、月关、鬼魅立于殿中，高位上坐着千寻疾，他目光沉冷看向二人。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回禀教皇冕下。鬼魅沙哑声音响起，从残留的雷劫余威及云隼长老尸身来看，云隼长老是被雷霆一击击杀。月关接着说，能引动如此恐怖天劫，绝非普通10万年魂兽能做到。教皇冕下，我们怀疑魂兽界远比想象复杂，极可能存在年限远超10万年的魂兽。教皇冕下，鬼魅说，此事事关重大，或许应当禀报大供奉。此事我会亲自告知父亲。千寻疾神色平淡，鬼魅、月关，这段时间你们密切留意昊天宗动静。月关与鬼魅齐齐点头领命，躬身退下。殿内只剩千寻疾一人，望着空旷的教皇殿，他忽然心生怅然，重重叹气。当初发现阿银时，他本打算将这头10万年化形魂兽留给弟子比比东，所以从发现之初便一直派人暗中监视，只等比比东修为达到合适境界，再出手捕获。他原本不担心唐昊、唐啸碍事，兄弟二人当时都只是魂斗罗，唐啸虽是高阶魂斗罗，按修炼速度突破90级至少还需3年。千寻疾原本打算3年后再根据比比东修为决定是否猎杀阿银。他这般费心栽培比比东，一方面是因他是最得意弟子，另一方面心底也藏着一份愧疚。即便如此，他从未后悔当初所做，无论如何都绝不会任由比比东跟玉小刚离开。比比东6岁拜入他门下，武魂殿为培养他投入了数不尽资源，他更被册封为武魂殿圣女。千寻疾早已定下心思，让比比东接任下任教皇，更何况他如今已有女儿千仞雪，有了血脉后人，千仞雪降生冲淡了不安，带给他无尽欣喜。父亲千道流虽未明言，但从千仞雪出生后的态度便能看出，这位孙女未来极可能继承天使神位。纵使心存愧意，千寻疾绝不后悔当初决定。收起繁杂思绪，千寻疾转身快步走出教皇殿，前往供奉殿，将外界变故告知父亲千道流。接连发现2头特殊10万年魂兽，2套完整10万年魂环与魂骨，武魂殿势在必得。而那能主动引动天雷的神秘魂兽，想必父亲千道流也会十分感兴趣。时光飞逝，大半年悄然流过，昊天宗想做事，武魂殿先去探路。武魂殿也算计着让昊天宗率先出手，两大顶级势力各怀心思，互相观望，僵持许久，冰火两仪眼内。兰陵苍也没想到昊天宗与武魂殿竟迟迟未动，这出乎他的预料，不过对他而言并非坏事。再过半年，他体内金蛋孵化进度便进入下一阶段，待到新的1年，再斩杀1名封号斗罗，金蛋孵化时长便能再度缩短。新年还会迎来一次海克斯5选3，他心中满是期待。这半年里，阿银成功凝聚第5魂环，习得魂技蓝银霸王枪，魂力稳步提升至51级。朝夕相处中，他对兰陵苍的好感不知不觉不断加深。二人每日在这与世隔绝的冰火两仪眼一同生活、做饭、修炼、休憩，关系愈发亲密。当初击杀那名武魂殿封号斗罗后，兰陵苍得到对方储物魂导器，里面存有日用品、食物与大量金魂币。每隔一段时间，他便前往落日森林附近小镇采购物资，偶尔也带阿银下山游玩。这半年来，他以自身本命蓝银藤蔓凝聚的蓝银霸皇枪锋芒渐盛，通体流转金属光泽，除温养长枪，每日练枪弥补短板外，魂兽年限也借恶魔契约从20万年提升至299999。他刻意停在此境界，迟迟不肯突破30万年，预估硬抗30万年雷劫成功概率仅6成，贸然突破与送死无异。他打算将长枪练至极致，借枪式削弱雷劫威力再突破，成功率能再提1成。除此之外，他还打算借30万年雷劫再设计伏击1名封号斗罗，即便现在能一口气突破至90万年，前路依旧未知。他身上还有9次触发海克斯的机会，在全部用完前完全不急于境界。就在这时，兰陵苍收到蓝银祖弟蓝银王传讯，星斗大森林内近期有大批魂师陆续进入，并非猎杀魂兽获取魂环，明显在搜寻目标，大概率是昊天宗或武魂殿的人。兰陵苍看着传讯内容，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笑容，终于来了，我已经等你们很久。兰陵苍与阿银的气息踏入蓝银祖弟范围，严阵以待的兰森及另外5位蓝银王瞬间感受到血脉深处的王者威压，6大蓝银王不敢怠慢，从祖地核心的参天古树下现身，整齐跪倒在地，齐声恭迎皇回归。行过大礼，6人抬眼望见站在兰陵苍身旁的阿银，脸上露出迟疑，彼此对视后出声问候。数万年来，蓝银草一族仅有1位皇，如今前任与现任同处一处，他们一时想不出妥当称呼。阿银见状轻笑出声，他早已看穿众人的窘迫，摆了摆手道：“你们不必拘束，直接叫我阿银就好。我如今只是普通人类魂师，蓝银一族唯一的皇是他。”兰森等人如释重负，连忙应声。兰陵苍看着眼前一幕，浅笑着开口定下称呼规矩，随即收敛笑意，上位者的威严缓缓散开。我此次回归祖地，是为应对即将前来的人类魂师，我有办法让你们6人短时间内修为突破至10万年，但代价是必须扛下10万年天劫，你们可愿意一试？其余5位蓝银王尚在犹豫，兰森立刻高声回应，愿赴汤蹈火。在他看来，皇既然开口，便绝不会让他们白白送死，这是难得的机缘。兰陵苍见状开怀大笑，不愧是兰森，有胆识，我会为你们抵挡部分天雷，但渡劫终究要靠自身，切勿心存侥幸。6人听闻此言，顿时底气十足，齐声领命。随后兰陵苍带领6人进入祖地，他端坐正中，6位蓝银王围坐两侧，他看向阿银，你也在此修炼吧，我为他们提升修
修为时会溢散大量本源能量，对你和族中蓝银草都大有裨益。阿银点头应允。蓝灵苍展开蓝银领域，将整座祖地尽数笼罩，万千蓝金色本源光芒自他体内迸发，如同漫天繁星，裹挟着磅礴生命力涌入6位蓝银王体内，全都收敛心神，专心吸收本源，尽快突破至10万年。庞大的能量不断向外溢散，化作精纯的蓝金色雾气，被阿银与祖地内所有蓝银草吸收。整片土地上的蓝银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这般能量冲刷足足持续了10天。底子最优的蓝森最先触及10万年修为门槛，可就在只差一丝便能引动雷劫时，他主动停了下来。他清楚，此刻渡劫的天雷会锁定整片区域，连累还在突破的同伴，于是决定等到其余5人全都抵达10万年临界点，再一同引动天劫。数日之后，祖地内万事俱备，蓝灵苍望向蓝森，准备好了便由你率先渡劫。劫云降临之时，我会以本命长枪帮你分担天雷，余下的考验全凭你自身。蓝森神色坚毅，属下定不会让皇失望。话音落下，他全力爆发气息，直冲天际。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百里云层翻涌，狂暴雷电在劫云中游走。第一道天雷轰然劈落，蓝灵苍眼神一冷，挥手祭出蓝银霸皇枪，红蓝相间的枪影冲天而起，硬生生将雷霆撕裂。蓝森扛下剩余雷力，虽被劈得浑身焦黑，痛呼不止，却凭借强悍生命力撑过第一重考验。剧烈的雷劫波动很快惊动了星斗大森林内的魂师与魂兽。武魂殿昊天宗在外探查的人手第一时间传讯宗门长老，生命之湖内的一众凶兽也满心疑惑。雄军瓮声说道：1年前蓝银一族刚有皇者度过10万年天劫，如今又出现雷劫，实在反常。蓝银草本是最低等的植物系魂兽，为何接连诞生10万年强者，还都成功渡劫？翡翠天鹅碧姬美眸中满是好奇，提议派人前去探查。兽神帝天却摇了摇头，并未放在心上，不必多此一举。蓝银草血脉低微，即便诞生几位10万年魂兽，战力也终究有限，不过是巧合罢了。魂兽的上限由血脉决定，我们皆是上古异种，身负神兽血脉，根本无需在意他们。帝天话音刚落，同一片区域的上空再度凝聚劫云，第2位蓝银王引动了10万年天劫。这一幕让向来高傲的帝天瞬间僵住，满心错愕。而这仅仅只是开始，短短2天之内，那片区域接连响起6次雷劫轰鸣，整整6位蓝银王先后渡劫。星斗大森林的所有魂兽与魂师都陷入了极大的震撼之中。暗金恐爪熊、翡翠天鹅这些顶尖族群，往往需要上万年才能诞生一位敢渡10万年天劫的族人，可被众人视作低等种族的蓝银草，竟在2日之内接连出现6位10万年魂兽，完全打破了世间常理。森林里的人类魂师吓得脸色惨白，纷纷四散奔逃。有经验的老魂师厉声提醒，天劫外泄的一丝雷电都能轻易抹杀普通魂师，连绵的天威让整片森林陷入混乱，受惊吓的魂兽彻底失控，掀起数波小型兽潮。昊天宗、武魂殿的精锐魂师被发狂的魂兽冲击，伤亡不断。星斗大森林外围雨中圈，短短2日沦为人间炼狱。祖地之内却是另一番景象，6位蓝银王成功度过天劫，排成一列跪倒在蓝灵苍面前，身上还留着雷击后的焦痕，眼中却满是崇拜与感激。多谢皇再造之恩，我等誓死效忠。他们心中清楚，若无蓝灵苍赐予的本源能量帮忙分担天雷，以自身实力根本不可能闯过十死无生的天劫。蓝银一族的规则特殊，族内只能存在一位皇级血脉。如今蓝灵苍已是蓝银皇，6人由他强行提升修为，血脉依旧停留在王级，无法进阶皇者。不过历经天雷淬炼，他们的肉身与战力大幅提升，实力远超未渡劫时的阿银。而阿银借助一散的本源能量，修为也顺利突破至53级。蓝灵苍抬手示意众人起身，沉声吩咐：你们即刻分散前往星斗大森林各处巡逻，一旦发现封号斗罗级别的人类强者靠近，立刻通过领域传讯于我。他的领域无法覆盖整座大森林，有6人在外警戒，便能及时掌握动向。6位蓝银王领命离去，迅速引入森林各处。祖地中只剩蓝灵苍与阿银2人。蓝灵苍盘膝坐下，看似闭目休养，实则意识沉入精神世界，准备开启海克斯5选3系统，开始吧。系统提示响起，5道金色海克斯选项浮现，需从中挑选3项。顶尖构筑，获得1枚血脉复制器，附带1次刷新机会，6年后可再次领取同款奖励。2飞升，战斗开启12秒后，领域内所有方全属性增幅35%。3日炎棋盘，觉醒日炎领域，持续灼烧敌人，每分钟造成其综合属性1%伤害，同时削弱敌方54%治疗效果。4泪流成河，获得女神之泪，魂力与精神力恢复效率逐步提升。5投资回报，立即获得100万金魂币，此后3年每年额外获取50万金魂币。蓝灵苍逐一分析选项，首先排除偏向经济的第5项，战力增幅才是当下首要选择。他向系统询问血脉复制器与刷新功能，得知血脉复制器可通过本体或藤蔓触碰复刻任意魂兽血脉，还存在等级划分。刷新机会则可以更换不满意的海克斯奖励。综合来看，第1项价值极高，第2项飞升属于群体战力增幅，被动触发且不消耗魂力，对日后组建队伍助力极大。第3项日炎领域能与自身蓝银领域叠加，持续压制敌人，实用性极强。第4项装备类海克斯虽有潜力，但他打算后续再慢慢获取。最终蓝灵苍选定顶尖构筑、飞升、日炎棋盘，3道金光融入体内，2项战斗能力直接生效。血脉复制器则化作1枚橙色原物，静静停留在他的精神之海。他早已想好，首要目标便是复刻银龙王血脉。龙神分裂为金、银2大龙王，皆是魂兽界的顶端存在。金龙王被封印于神界，无法触碰，而银龙王掌控7大基础元素，一旦融合其血脉，他便能从纯粹的务工魂兽转变为元素强者，战力将迎来质变。除此之外，9大龙王、暗魔邪神虎的血脉也令他心动。暗魔邪神虎身负邪恶、空间、时间、雷电等多种顶级属性，还拥有生死竞技场这一特殊领域，唯一的短板是修炼缓慢，而这与他的提升方式并不冲突。思虑周全后，蓝灵苍决定先复刻银龙王血脉。他
催动感知，借助遍布森林的蓝银草作为眼线，视线一路延伸至生命之湖。他操控湖畔一株不起眼的蓝银草，伸出藤蔓缓缓探入湖水，动作缓慢自然，如同普通水草，全程未惊动湖边的地天、碧姬等凶兽。数个时辰后，藤蔓抵达湖底一空间，终于发现了沉睡的银龙王。藤蔓轻轻触碰银色龙鳞，精神之海内的血脉复制器瞬间碎裂，浩瀚的银龙王血脉之力涌入蓝灵苍体内。顷刻间，他彻底掌控7大基础元素，精神力也大幅暴涨。蓝灵苍睁开双眼，一柄白银龙枪出现在手中。他本身拥有蓝银帝皇枪，如今融合银龙王血脉，两柄兵器亦可合二为一，魂力涌动。白银龙枪悄然蜕变，枪身化为蓝金色，点缀着银白纹路。蓝灵苍微微一笑，从今往后，你便名为蓝银龙枪。血脉融合散溢出的龙威，让周遭蓝银草瑟瑟发抖。近在咫尺的阿银更是倍感压抑，这是至高龙族血脉带来的压制，与蓝银皇的种族压制截然不同。蓝灵苍察觉到异常，立刻收敛气息。阿银长舒一口气，好奇询问方才异动的缘由。蓝灵苍只说是修炼上的小幅突破。阿银看出他不愿多谈，便识趣的不再追问。蓝灵苍望向森林之外，心中静待人类封号斗罗上门。新生的力量与兵器早已渴望一战。星斗大森林接连6次天劫的消息很快传遍整片斗罗大陆，各方势力议论纷纷，分成3派，有人认为是神法，有人判定为天灾，还有人打算深入探查真相。武魂殿供奉殿内，千道流与众供奉商议此事。众人都清楚，能引动这般声势雷劫的，至少是10万年乃至20万年修为的魂兽。千道流提及海神岛一行的见闻，讲到魔晶海域的100万年深海魔晶王，其实力距离成神仅一步之遥，即便是海神大祭司波塞西，也唯有借助海神神力才能与之抗衡。寻常10万年魂兽战力对标91至94级封号斗罗，血脉强横者可媲美95级强者，而此次渡劫的魂兽实力恐怕达到超级斗罗层次。一番商议后，千道流决定派遣青鸾斗罗带领2位封号斗罗及一众魂兽魂斗罗前往探查。青鸾速度出众，即便不敌也能带队撤离。队伍定于3日后出发。昊天宗内，宗主唐兰与大长老唐玄得知情报后欣喜不已。短短2日出现6位渡劫的蓝银王，若是能将其猎杀，便能收获6枚10万年魂环与6块10万年魂骨，足以让宗门实力大增。他们从唐晨留下的手记中得知，10万年之上的魂兽需要渡过雷劫才能继续进阶。如今各大势力都会闻讯而来，硬拼绝非上策。2人决定蛰伏观望，坐收渔利。昊天宗顶尖战力有所空缺，唐昊、唐啸在外历练，2人实力不俗，又有昊天宗与唐晨的威名震慑，暂时无人敢轻易加害。但众人也知晓，武魂殿一直暗中派人监视他们。唐兰身有旧疾，战力受损，最终众人敲定目标，先盯防化形的阿银，在4级拿下6位新晋10万年蓝银王。七宝琉璃宗大殿中，宁风致与剑斗罗陈星谈及星斗大森林的异变。陈星打算告知父亲陈建军，这位96级超级斗罗若能出手，拿下10万年魂骨的把握会大大增加。陈星昔日历练时与宁风致的姐姐宁玲玲相知相爱，宁玲玲为救他战死，他便留在七宝琉璃宗，守护爱人牵挂之地。陈建军因儿子的缘故，常年在外庇护宗门，只差一步便能突破至97级。10万年魂骨正是他突破的契机。宁风致随即调集人手，准备一同前往星斗大森林。蓝电霸王龙家族、其余下4宗以及2大帝国皇室，同样被10万年魂兽的利益牵动。整个斗罗大陆的顶尖势力纷纷调兵遣将，无数高阶魂师朝着星斗大森林汇聚，一场大规模的猎魂行动即将上演。数日之后，蓝森匆匆赶回祖地，神色凝重地向蓝灵苍禀报：皇，外围蓝银草传来消息，此次前来围剿的势力规模极大，武魂殿、2大帝国、7大宗门尽数到场，还有无数零散魂师浑水摸鱼。蓝灵苍淡然一笑：你们可会畏惧？我等性命皆是皇所赐予，愿为族群血战到底。蓝森高声回应：很好。蓝灵苍说道：你们如今的实力堪比92级封号斗罗，凭借蓝银草强悍的生命力，95级以下的强者很难击杀你们。我也早已安排好了助力，放手去战便可。蓝森心中激动，再度行礼后返回警戒岗位。下一刻，空间泛起涟漪，蓝灵苍现身于生命之湖。泰坦巨猿2名立刻将小舞与阿柔护在身后，天青牛蟒大明也从湖中现身。不必戒备。蓝灵苍开口：如今星斗大森林由我主事，今日前来是有事托付你们。外界人类魂师觊觎我族人，准备前来猎杀6位蓝银王，虽突破10万年，但不擅长正面强攻。我希望你们2人出手协助，击杀来犯魂师，同时发动小型兽潮袭扰敌军。2名怒声应下，痛恨觊觎魂兽魂环的人类。大明则出言提醒：若是遇到97级以上超级斗罗，2人难以护住蓝银族人，无妨，真到危急时刻，我会亲自出手。行动吧，让人类感受到魂兽的愤怒。开打了，开打了！穿越斗罗，我成为30万年的蓝银皇。此时武魂殿和7大宗门猎杀我，无数魂师从各处入口涌入蓝银祖地区域。这群人全然不知，踏入森林的瞬间，便落入蓝银一族全域蓝银监控网络。蓝森老大，我们直接动手吗？蓝一界族群精神网络传讯。蓝森语气平淡：这群只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不值得我们出手。暗皇的计划，在他们必经之路驱赶暴躁万年魂兽，给他们一番阻拦。5位蓝银王立刻奔赴各自防区，释放10万年凶兽威压震慑万年魂兽。受惊吓的万年魂兽四散奔逃，迎面撞上人类魂师。兽潮突袭之下，外围惨叫声此起彼伏，一星简陋的散修被狂暴魂兽冲散，死伤惨重。蓝银一族仅能调动万年层级魂兽，高阶血脉凶兽需泰坦巨猿、天青牛蟒出手牵制。数日后，第一批零散魂师被尽数阻拦，各大顶尖势力主力终于抵达。武魂殿、昊天宗、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龙4大家族，连同下4宗精锐尽数齐聚。天斗、星罗2大帝国皇室自知无封号斗罗坐镇，仅派数名魂斗罗在外围观望，不敢深入。各方势力分不同方位进军。武魂殿由96级青鸾斗罗带队，行进途中遇上
七宝琉璃宗队伍，带队之人是96级七杀斗罗陈建军、陈新古荣随行，宗门强者林立，气场不输武魂殿一行人。七杀斗罗，七宝琉璃宗消息倒是灵通，青鸾斗罗止不开口。陈建军轻笑，只是顺路，打算为小儿寻一枚合适魂兽魂环，猎杀魂环何须出动这般多高手？彼此，武魂殿阵仗同样盛大。青鸾不再多言，下令队伍地毯式推进，包围阻地。七宝琉璃宗众人保持距离，紧随其后。行进途中，陈建军暗中向陈星传音，混战开启后，我要牵制青鸾斗罗，无暇护你，万事小心。此地10万年魂兽实力强横，各方强者云集，局势凶险。白衣陈星眼神锐利，父亲不必忧心，你清楚我的实力。陈建军微微放心。陈星89级魂力，七杀剑一加持下可抗衡普通封号斗罗，辅以七宝琉璃塔增幅，短时间战力足以媲美封号斗罗。森林另外两侧，蓝电霸王龙、昊天宗队伍同步突进。蓝电霸王龙由宗主玉元镇亲率，2名魂斗罗长老、数位魂圣随行。二宗主玉罗冕留守家族，以防宗主意外陨落，致使族群内乱。昊天宗由大长老唐玄带队，2名魂斗罗长老随行。唐昊、唐啸同在队伍之中。唐昊魂力82级，唐啸已然89级。蓝森依托植物网络察觉所有顶尖势力进入范围，传讯其余蓝鹰王发动兽潮，给人类强者施以重创。同时蓝森魂力分身现身星湖、泰坦巨猿、天青牛蟒、黄下令，各大人类势力已至，该你们出手。大明、二明应声领命。小五满眼兴奋，我也要一同出战，我也是10万年魂兽，这群人类妄图猎杀我们，我要将他们全部击退。阿柔本想阻拦，转念自身重修散尽修为，实力不及女儿。柔骨兔一族保密，遁逃手段顶尖，只得压下担忧叮嘱，切记紧随大明、二明，切勿贪战，万事谨慎。二明拍胸保证，阿姨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小五姐受伤。大明附和，我们筹备周全，还有深不可测的兰陵仓坐镇，不会出现任何意外。得到两兽承诺，阿柔放下心来。小五随同大明、二明离开星湖，两大10万年凶兽仰头发出震彻森林的咆哮，音波席卷整片森林中外围，召唤数头5万年级别以上魂兽，汇聚洪流冲击人类魂师阵营，大地震动，树木崩碎。兽潮摧枯拉朽率先撞上武魂殿队伍，暗黑魔狼、人面魔蛛蜂拥而上，低阶魂师瞬间大乱，领队魂圣全力释放魂技防御，却难以抵挡万年魂兽攻势，利爪撕裂前排魂师，毒液腐蚀大片人群，鲜血浸透土地，惨叫不绝。七宝琉璃宗同样陷入苦战，地甲龙、疾风狼疯狂袭杀宗门众人，陈星浑身染血，七杀剑舞出漫天剑影，联合宗门魂斗罗护住后方子弟，古龙化古龙真身，拍碎侧翼偷袭魂兽。陈建军万千剑影直劈高阶万年魂兽，队内七宝琉璃塔魂师不间断开启全员增幅，蓝电霸王龙区域化作雷霆炼狱，玉元镇周身缠绕蓝色雷电，抬手便将成群魔狼电至焦黑，源源不断的兽潮依旧不断击倒身后低阶族人。昊天宗方向，唐昊、唐啸开启昊天真身，昊天锤轮番砸飞巨型万年魂兽，可魂兽数量无穷无尽，击杀一头便有10头接踵而上，难以肃清。蓝灵苍从未指望低阶无质魂兽全歼人类，他的目的仅靠兽潮拦下所有无封号斗罗实力的魂师，将普通修士隔绝在蓝银祖地之外。青鸾斗罗、玉元镇这类封号强者冲破兽潮阻拦，顺利抵达祖地外侧，等候他们的是6大蓝银王、泰坦巨猿、天青牛蟒与小五。高空之上，身着蓝金长袍的蓝灵苍淡漠俯视众人。陈建军回望被兽潮彻底切断退路的队伍，瞬间洞悉全盘布局，沉声道：“你刻意驱使兽潮截断后路，只放我们几名封号斗罗进入此地，你究竟是何等层次的魂兽，竟有这般谋略？”蓝灵苍冷笑回应：“没错，我特意引你们前来，同为封号斗罗修炼不易，留几分颜面，正好让我的手下同你们交手练手。”他掌控整片星斗森林，可调动7、8万年级别魂兽族群发起冲击。这群封号斗罗未曾凝聚魂核，魂力续航有限，面对海量高阶魂兽难以久撑。我的修为距离30万年仅有一步之差，你们可称我蓝鹰帝皇？30万年修为4个字，让青鸾等人心神骤沉。众人原本预估其修为不足20万年，二者实力差距天差地别，更不解为何泰坦、天青两大10万年凶兽会听命于此。众人环视敌我双方战力，人类封号斗罗共计6位，武魂殿占3位，96级青鸾斗罗、92级狂刃斗罗、93级碎岩斗罗，外加七宝琉璃宗陈建军、昊天宗唐玄、蓝电霸王龙玉元镇。敌方阵容6头10万年蓝鹰王、10万年泰坦巨猿、10万年天青牛蟒、10万年柔骨兔，外加近30万年蓝鹰帝皇。6大蓝鹰王战力偏弱，可泰坦天青需95级封号斗罗方能抗衡。小五身怀瞬移、8段摔、无敌金身，虚化多重保命技能，普通封号斗罗绝非对手。人类6位封号已然陷入绝境。青鸾斗罗冷声开口：“我方纵使处于劣势，全力突围之下，你未必能尽数留下我们。”他暗自揣测，泰坦天青实力上限95级巅峰，蓝灵苍能统领二者，修为至多97级。蓝银草血脉远不及深海魔晶王，绝不可能达到98级。两大凶兽参战，不过是布满人类大规模猎魂，再加上6大蓝鹰王施压才联手对敌。蓝灵苍不置可否，不妨一试，看看你们能否全员脱身。若6位封号同心协力突围，他的确难以全部截留。自身仅30万年修为，即便身负银龙王血脉，也无法做到全面碾压。他如今度过30-40万年天劫，轻而易举，却不愿斩杀武魂殿第3供奉青鸾。青鸾一死，金恶斗罗乃至千道流会亲自降临。以他当前修为，远不足以抗衡千道流。加之金弹孵化缩减年限规则限制，每年仅能借斩杀1名封号斗罗缩短1次孵化时间，一次性杀光所有封号，后续再无收割机会。我给你们1次生机。蓝灵苍看向6人，此地共计9头10万年魂兽，你们6位封号斗罗各自挑选对手，一炷香内击败对手，或是成功逃离，便可安然离开；反之，永远留在此地。6位封号神色各异，皆觉遭到戏耍。陈建军心生屈辱，唐玄反倒暗自庆幸。蓝灵苍
仓补充规则：若选择蓝银王需1对2，6名蓝银王分给3位封号斗罗，你们自行挑选。狂刃碎岩二人心中暗骂，单头10万年蓝银王战力等同于92级封号，以1敌2毫无胜算。2名尖头的小五低声吐槽：这位蓝银帝皇心眼真多，太有趣了。陈建军握紧7杀剑，直指高空蓝灵苍：我选你。他多年未曾突破，期盼借此战寻求突破契机，要战便战最强者，如你所愿。蓝灵苍望向剩余5人，给你们1分钟选定对手。唐玄当即指向小五：我与这头柔骨兔对战。狂刃碎岩满心遗憾，2人原本都看中小五，在所有10万年魂兽里，唯有柔骨兔看上去最好对付，认定他实力仅略胜蓝银王1筹。2人未曾察觉，蓝灵苍看着他们的想法，嘴角微微上扬：小五他们都小瞧你了。小五面露愠色，已然认定唐玄必败。1分钟时限结束，对战分配敲定：玉元镇对阵泰坦巨猿，青鸾狂刃碎岩3人分别迎战6名蓝银王。天青牛蟒实力最强，无人挑选，独自待命。天青牛蟒并不在意，本身不喜厮杀，过往遇见封号斗罗多选择放行，此番人类大举围剿魂兽，才心生不悦。开战！蓝灵苍话音落下，除去陈建军原地不动，其余5位封号斗罗立刻开启武魂真身四散奔逃。昊天真身、青鸾真身接连显现，众人从一开始便无心缠斗，一心借机突围。蓝灵苍毫不在意，青鸾速度顶尖，陈建军自身硬实力强悍，2人有脱身机会，余下4人绝无逃走可能。你为何不逃？蓝灵苍看向陈建军，陈建军摇头，此次集结众人前来猎杀魂兽确实失算，未曾料到蓝银一族诞生你这般皇者，但我从未后悔。浓烈7杀剑意自陈建军体内迸发，战意直冲云霄。来战！蓝灵苍轻笑，右手浮现蓝银霸皇枪，那便领教一番你的7杀剑。开打了，开打了！30万年的蓝银皇对战96级的剑斗罗，陈建军他能够从这柄蓝金色的长枪之上感受到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力量，那是一种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威压。下一刻，陈建军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无比，他没有任何犹豫，右手握紧剑柄，猛地向上虚指，一柄巨大无比的7杀剑虚影瞬间在他的头顶上方凝聚成型，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这道剑影猛然朝着下方的蓝灵苍斩下。面对这恐怖剑气，蓝灵苍悬浮在半空中，神情却是一点都不慌乱，他从容不迫地将银龙王血脉之力注入到蓝银龙枪之中。随后，蓝灵苍握紧枪杆，朝着正前方的虚空就是一个横扫，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高亢龙吟，长枪的枪身之上瞬间浮现出一道银龙虚影，这条银龙栩栩如生，带着一股恐怖龙威迎向了那道劈落的7杀剑气。2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在半空中轰然相撞，剑气轰然破碎。紧接着，这条银龙继续朝着陈建军而去。厉害！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攻击被如此轻易的化解，陈建军眼中战意更盛。第7魂技7杀真身，别看他刚刚那只是简单的一斩，但如果是普通的10万年魂兽，根本挡不住。那一斩是有他的极致7杀剑意加持的，但却轻易的被蓝灵苍给破了。蓝灵苍，你的7杀剑意哪有我的银龙王血脉厉害？使出7杀真身后，陈心还开启了7杀领域，9枚魂环在7杀剑身上闪烁着。杀！一个由纯粹剑气凝聚而成的巨大杀字，直接从7杀剑的锋利剑尖处爆发而出，径直迎向了那条扑来的银龙。到了他这个境界，已经不太需要使用魂环技能了。他这看似简单随意的单单一个杀自觉，其中就已经蕴含了他毕生对剑道的领悟，充满了无尽的杀机和毁灭威力。杀过后，这条银龙才消失。蓝灵苍早就听说过陈心的父亲拥有杀自觉，今日一见，还真是厉害厉害。蓝灵苍笑了笑，那就看看你能用出多少杀字吧。下一刻，蓝灵苍极致催动了银龙王的血脉之力，汇聚于蓝银龙枪之上。紧接着，一红一蓝2大冰火2大龙王的虚影猛然从枪身中浮现而出，这是他汇聚了天地间冰火元素之力形成的2大龙王。因为他服用过烈火性胶书和8角玄冰草的原因，对这2种元素之力现在是掌控的最好。他虽然获得了银龙王血脉，但并没有获得银龙王那长时间积累的对元素之力的应用。关于元素的应用，他得自己一步一步的去开发才行。杀！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陈建军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眼前这2条元素巨龙给他带来的威压实在是太大。然而，在冰火双龙那绝对的力量碾压面前，这4个杀字竟然全都轰然破碎，根本没能完全挡下这一击。而另一边，战斗也在继续着。昊天宗的大长老唐玄，此时已经毫无保留的化为了巨大的昊天锤真身，全力以赴的朝着森林外围疯狂逃窜。但他一个力量型的强攻系魂师，又怎么可能跑得拥有瞬移的小五呢？昊天锤的武魂特性本就是沉重无比，以力量和破坏力著称，根本就不擅长长途奔袭。嗖，一道粉红色的光芒在林间突兀的闪过，小五直接发动了他的天赋技能瞬移，稳稳的挡在了唐玄正前方，竟然是空间瞬移技能。唐玄大惊，小五冷笑，知道怕了吧？晚了。唐玄知道他跑不掉了，只能放手一搏了。面对这弱小的柔骨兔，他未必没有胜算。可就在他脑子里刚刚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站在对面的小五那一双大眼睛里已经猛地爆发出了刺目的粉红色光芒，魅感技能发动，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不知不觉中，唐玄就中了小五那直击精神的魅惑。他只觉得大脑一阵强烈的眩晕，动作瞬间出现了迟滞。紧接着，小五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他再次发动瞬移，瞬间欺身而上，爆杀8段摔。小五娇喝一声，直接对着唐玄施展了他的近战绝技。砰！毫无防备的唐玄顿时被小五那连绵不绝的狂暴踢击给踹得七荤八素，鲜血狂喷。但在连续承受了几次重击后，唐玄终究是93级的封号斗罗，他凭借着昊天宗秘传的发力技巧和自身极其强横的力量，硬生生的在半空中扭转了失去重心的身体。给老夫去死！唐玄怒目圆睁，昊天锤瞬间变得犹如小山一般巨大，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地朝着小五当头砸下。可下一刻，面对这恐怖一锤，小五不闪不避，他的身上瞬间爆发出一层金色光芒，无敌金身！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云霄。唐玄的攻击落到小五的身上，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可能？唐玄人都妈了！眼前
前这头柔骨兔究竟是什么怪谈？瞬移、无敌金身、魅惑、爆杀八段摔，这特么是全能兔子吧？也怪唐玄自己选错了目标。昊天锤的魂环基本都跟加重量和力量有关，很少有破防的魂技。毕竟昊天锤属于钝器，跟破防一点都不搭边。而除非是那种100%无视防御的，亦或是神级的力量，否则根本破不了无敌金身。也就是说，在这群人类封号斗罗中，除非小五对上的是陈建军，否则根本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逃掉，并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对方逼得小五使出了3次无敌金身，这样小五的自保能力就会弱许多。无敌金身虽然无敌，但却有着限制，一天只能使用3次。但很可惜，以唐玄目前这种被单方面暴打的状态，他根本就撑不到那一刻。老东西，发什么呆呢？战斗还没结束呢。小五娇笑一声，身形再次闪烁，媚感光芒再次亮起。唐玄刚刚清醒一点的大脑再次陷入了短暂的空白。面对这种精神系魂技，如果武魂本身不是精神系的，除非有一块头部魂骨，或者自身意志力十分强大，否则根本无解。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在林中格外刺耳。唐玄被小五当成了一个皮球，在天上地下疯狂地摔打西撞。在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连续暴打之后，唐玄的武魂真身终于解除了，他浑身浴血，双眼翻白，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小五稳稳落地，用娇小的身躯将他拖了回来。这人类命的去留，由蓝灵苍自己来决定。另一边，狂刃斗罗和碎岩斗罗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狂刃斗罗第一时间开启了武魂真身，他的本体是一柄巨大的狂刃刀，刀刃上泛着冷冽的寒光。第6魂技狂刃风暴，无数刀气从他身上爆发而出，朝着四面八方疯狂切割。他根本没想打，只想跑。但4位蓝银王的藤蔓早就将这片区域封锁得密不透风。蓝银王们的藤蔓被刀气切断，但立刻又有新的藤蔓从地面、从树上、从各个角落疯狂涌出，根本切不完。该死，这些蓝银草怎么比牛皮糖还烦人？狂刃斗罗破口大骂，魂力在急剧消耗。更要命的是，他的脚下不知何时已经长满了蓝银草。蓝银王的领域正在无声无息地发挥着作用，他的魂力、体力都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抽离。碎岩斗罗那边也是类似，他开启碎岩真身后，整个人化作一尊岩石巨人，每一拳轰出都能将大片藤蔓砸成粉末。但蓝银王的藤蔓实在是太多了，打碎一片，立刻涌出10片。狂刃，我们得想办法突围！碎岩斗罗吼道。突围？你看看这周围还有路吗？狂刃斗罗脸色铁青，四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蓝银草藤蔓，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笼子，而且这些藤蔓还在不断收缩。第5魂技狂刃斩，狂刃斗罗拼尽全力劈出一道100丈刀气，刀气所过之处，藤蔓纷纷断裂，但仅仅过了一个呼吸的功夫，断裂处就重新长出了新的藤蔓。而碎岩斗罗那边更惨，他的岩石巨人体型太大，行动本来就慢，蓝银王的藤蔓直接缠上了他的四肢，一点点限制他的行动。给我碎！碎岩斗罗双臂一震，将身上的藤蔓全部震碎，但下一秒藤蔓又缠了上来。就这样反复拉扯了将近1炷香的时间，2位封号斗罗的魂力终于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不甘心啊！狂刃斗罗发出一声怒吼，但最终还是被藤蔓缠了个严严实实。碎岩斗罗的岩石真身也维持不住，整个人被藤蔓拖倒在地。4位蓝银王对视一眼，拖着他们朝着祖地方向返回。玉元镇那边倒是比这2位从容的多，他开启蓝电真身后，浑身沐浴在狂暴的蓝色雷电之中。泰坦巨人2名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第7魂技蓝电霸王龙真身，玉元镇的身体瞬间膨胀，他深吸一口气，锁定远处的2名。第3魂技雷霆之怒，第5魂技雷龙吐息，一道粗壮的蓝色雷柱从他口中喷出，带着毁灭性的气息轰向2名。2名双臂交叉挡在身前，应接了这一击，雷柱轰在他身上，炸开大片电弧。2名的身体被震退了几步，但身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势。而玉元镇趁着这个机会转身就跑，他不是打不过泰坦巨人，以他95级的实力，加上身上3块万年品质以上的魂骨，真要硬拼，泰坦巨人未必是他的对手。但问题是，打完泰坦巨人之后呢？天青牛蟒还在旁边呢，蓝灵苍会不会信守承诺？玉元镇不信，他就不信魂兽会跟人类讲信用。所以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不是打赢，而是跑。蓝电霸王龙的速度在开始武魂真身后本来就不慢，加上玉元镇身上还有一块能加速类的魂，几个呼吸的功夫，他就已经窜出了数百米。2名看着他的背影，并没有追，他的速度虽然也说不上慢，但对方如果一心只想要跑的话，哪怕他用出了重力领域，也没啥太大效果。蓝灵苍说了，1炷香内跑掉，就算他们赢。玉元镇这一跑确实是跑掉了，但其他的封号斗罗就没这么好运。青鸾斗罗是第一个逃出去的，他开启青鸾真身后，整个人化作一只巨大的青色神鸟，2个增幅魂技同时加持在身上，速度瞬间飙升到极致。第7魂技青鸾真身，第4魂技风之翼，第6魂技疾风骤雨。青鸾鸟的双翼展开，无数道锋刃从他身上爆发而出，迎面扑来的蓝银王藤蔓在锋刃面前如同纸糊的一般，纷纷被切割成碎片。青鸾根本没有恋战，直接朝着森林外围飞去，他的速度快得惊人，几乎是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天际。2位蓝银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青鸾一边飞一边心里祈祷，希望武魂殿的其他人能尽量跑出来吧，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法顾全其他人了。这次的猎魂行动，武魂殿恐怕真的要损失惨重。青鸾斗罗心里十分沉重，他不知道回去后要如何跟大供奉交代。蓝银祖地，蓝灵苍和陈建军的对决也到了关键时刻。陈建军身上的七杀剑一涌动，整个人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我将使出我的最强一击。陈建军的声音很平静，这一击是我最新领悟的，能够以你作为我的对手，我很高兴。他缓缓抬起七杀剑，剑尖指向天空，7个杀字从他身上依次飞出，每一个杀字都比上一个更大，杀意也更浓。7个杀字在空中融合，化作一个巨大的血色杀字，七杀归一。陈建军低喝一声，七杀剑猛然斩下，那个血色杀字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朝着蓝灵苍轰然落下。蓝灵苍见状，自然也不打算放水。蓝银领域开，日炎领域开，2大领域同时展开。蓝银龙枪在他手中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将银龙王血脉催动到极致，冰龙、火龙、银龙三龙齐发。冰龙带着极寒之气，所过之处空气都要凝结；火龙带着焚天之焰，将周围的温度瞬间推高。银龙作为主攻，正面迎向那个血色沙字。冰火双龙从侧面进攻，三龙与沙字在半空中轰然相撞，轰一声巨响，整片天空都被照亮了。剧烈的能量波动向四周扩散，将周围的蓝银草吹得东倒西歪。能量风暴持续了足足10几个呼吸才散去。陈建军单膝跪地，左臂已经不见了踪影，鲜血从断臂处不断涌出，染红了他的衣袍，但他的眼神却比之前更加明亮。我突破了，陈建军低声说道。他的魂力在这一刻竟然从96级突破到了97级。蓝灵苍这边也好不到哪去，他身上也被剑气划开了好几道口子，但随着蓝银领域的治愈能力发动，他身上的伤势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着，伤口肉眼可见的愈合，鲜血止住，前后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他的伤势就已经好了七七八八。这就是蓝银帝皇的恐怖之处。陈建军抬起头看着蓝灵苍，你赢了。他站起身，虽然断了一臂，但脊背依然挺得笔直。按照规定，我这条命是你的了。蓝灵苍收起了蓝银龙枪，淡淡道：你走吧，一炷香的时间到了，我这人最信守承诺了，而你的建议也让我感触颇多。离开吧，下次见面就该是你死我活了。陈建军愣了一下，你死我活有这个词吗？那他还是注定得死呗。你太自大了。陈建军皱了皱眉道：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我们人类魂师中还有更强大的存在。呵呵，我这是自信。蓝灵苍笑道：你们有99级的绝世斗罗，你以为我们这里就没有堪比99级的存在吗？更何况你怎么会觉得现在的修为就是我的极限呢？我是没有极限的。话落，蓝灵苍身上的气息再次暴涨，他发动了恶魔契约，继续献祭寿命，修为很快就突破到了30万年。这方位面似乎感受到了蓝银祖地上空，仅只是一个呼吸就开始乌云密布，黑压压的雷云疯狂汇聚，雷光在云层中翻涌，散发出的威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恐怖。30万年天劫，陈建军彻底惊了，这怎么可能？他下意识后退了几步，哪怕他是97级的超级斗罗，面对这种级别的天劫，也感到了一阵心悸。这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东西。天空上30万年雷劫的威压过于强大，祖地外围那些阻拦和击杀人类魂师的魂兽们瞬间陷入了暴乱，他们纷纷朝着远处逃窜，想要尽可能远离这天劫的范围。兽潮瞬间溃散了，也因为如此，那些还活着的人类魂师才得以幸存下来。不过，原本参加这次猎魂行动的魂师，林总加起来也超过1000人了，现在10不存一，其中武魂殿、7大宗门和皇室的人数占了200人左右。毕竟他们这次出动的都是精锐，本来是过来打第一波攻击的，人数上稍微少了一点，可没有想到，这第一次试探性的猎魂，直接造成了这么惨重的后果。也因为这次天劫的原因，陈兴、古荣和唐昊、唐啸都分别冲了进来。陈兴非常担心他的父亲，他一进祖地就看到了陈建军站在场中，左臂已经不见了踪影，衣袍被鲜血染红了大半。父亲，陈兴脸色大变，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他死死盯着陈建军的断臂处，眼眶瞬间就红了。您的手，你们进来做什么吗？找死吗？放心吧，我死不了。陈建军语气平淡，仿佛断的不是自己的手臂，一条手臂换一次突破，值了。可是没什么可是，陈建军打断了他，能活着已经很不错了。你以为对面那个家伙是谁？下次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该离开了。陈兴抬头看向半空中的蓝灵苍，那个蓝金色身影悬在半空，正抬头看着天上的雷云，眼神平静的像在看一场普通的雨。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另一边，唐昊和唐啸也冲了进来，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唐玄，浑身浴血，双眼翻白，如同一条死狗。大长老，唐啸和唐昊忍不住喊道，但他们根本无能为力，因为此刻在唐玄的身旁可是有着一群10万年魂兽的。蓝灵苍没有拦他们，他现在没空，天上的雷劫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蓝森，蓝灵苍的声音在领域中回荡，皇属下在，你们回到祖地内，加强能量输出，守好族人。遵命。6位蓝银王纷纷退回祖地核心区域，他们将自己的藤蔓深深扎入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护罩。阿银站在祖地中央，抬头看着天空，眼中满是担忧，但又帮不上任何忙。这种级别的天劫，他光是靠近都做不到。蓝灵苍独自悬在半空，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被控制住的3个封号斗罗，狂刃斗罗、碎岩斗罗、唐玄，这3人被蓝银藤蔓捆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正好，蓝灵苍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渡劫总得带点祭品。地上瞬间涌起3根粗壮的蓝银藤蔓，藤蔓分别缠住了3个封号斗罗的身体，将他们高高举起。你想干什么？狂刃斗罗脸色大变，碎岩斗罗拼命挣扎，但现在的他魂力已经耗尽，根本挣脱不开。唐玄挤在昏迷中，陆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蓝灵苍没有回答，他抬头看向天空，第一道雷龙已经成型了，那是一道粗壮无比橙紫色雷霆，形状如同一条巨龙，雷龙在翻腾，散发出的威压让整片森林都在颤抖。来了！蓝灵苍眼神一凝，藤蔓猛地向上甩出，3个封号斗罗成身体被直接抛向了天空，正好迎上了那条俯冲而下的雷龙。不，狂刃斗罗发出绝望的惨叫，下一刻，雷龙直接贯穿了3人的身体，雷霆在他们身上疯狂肆虐，炸开大片血雾。碎岩斗罗拼命运转魂力想要抵挡，但他连武魂真身都开不了，拿什么去挡？这可是连天青牛蟒都害怕的30万年天劫，3个连自身巅峰状态都不在的封号斗罗，如何抵挡？3声凄厉的惨叫几乎同时响起，然后戛然而止，天空中炸开3团血雾，3位封号斗罗当场陨落，金蛋孵化剩余时间8年。蓝灵苍嘴角微微上扬，虽然一次性杀掉3位封号斗罗有点奢侈了，但好在人类魂师中封号斗罗的数量还不算少，而且再过几年又会有新生的封号斗罗诞生，比如唐啸和唐昊。韭菜不能一次割完，得留着慢慢长。他抬起头看向天空中还在酝酿的第2道雷劫，第2道雷龙在云层中成型，比第1道更加粗壮。蓝灵苍握紧蓝银龙枪，眼神平静，轰隆，雷龙俯冲而下，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蓝灵苍手中长枪一转，枪尖上凝聚出一团炽热的火球，火球迎风暴涨，化作一条
火龙扑向雷龙，火龙与雷龙在半空中相撞，炸开漫天火花。但这道雷劫的威力远超第一道，火龙仅仅支撑了2个呼吸就被击碎，残余的雷霆继续朝兰陵苍轰来。他身形一闪，避开了大部分攻击，但还是被几道电弧擦中了肩膀，皮肉瞬间焦黑一片。蓝银领域立刻发动，伤口处涌出生命能量，开始快速愈合。这才刚开始，第3道、第4道、第5道雷劫一道比一道凶猛。兰陵苍不再硬抗，而是开始利用银龙王血脉的元素掌控能力进行周旋。他将冰元素凝聚在身体周围，形成一层冰甲。火元素化作火龙，从侧面吸引雷龙的注意力。风元素加持在脚下，让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土元素从地面升起，形成一道道屏障，阻隔雷霆的蔓延。空间元素则被他用来制造短暂的位移，避开致命攻击。7大元素轮番上阵，雷劫虽然凶猛，但却始终无法对他造成致命伤害。天空中，雷光与元素之力交织在一起，阻地外围。陈建军带着陈星和古荣正在撤离。陈星回头看了一眼天空中的战斗，眼中满是震撼。父亲，那个人真的只是30万年魂兽吗？别看了，快走！陈建军加快了脚步。这天劫的余威，哪怕只是擦到一点，你都得交代在这里。陈星咬了咬牙，辅警父亲继续前行。古荣跟在后面，脸色也有些发白。他是防御系魂师，皮糙肉厚，但面对那种级别的天劫，他也不敢说能扛住一下。另一边，唐昊和唐啸也在疯狂逃窜。唐啸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雷光，沉声道：“大长老死了，我们回去怎么交代？”如实交代。唐昊声音冰冷，这次情报有误，谁也想不到蓝银草一族还有这种级别的存在。唐啸沉默了片刻，那个蓝银帝皇到底是何方神圣？不知道。唐昊摇了摇头，但我知道，以后不能再轻易招惹他了。两人不再说话，他们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天劫还在继续，第6道、第7道、第8道，蓝灵苍身上的伤越来越多。虽然蓝银领域一直在帮他恢复，但恢复速度渐渐跟不上受伤的速度。他的左肩被雷光洞穿了一个血洞，右腿上也有大片焦黑的烧伤。蓝金长袍早已破烂不堪，露出下面伤痕累累的身体，但他手中的蓝银龙枪始终没有放下。第9道雷劫也是最后一道，天空中雷云疯狂翻涌，所有的雷光都汇聚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几乎覆盖整片天空的雷龙。这条雷龙的大小是之前所有雷龙的总和。他张开巨口，俯冲而下。蓝灵苍深吸一口气，他将银龙王血脉催动到极致，7大元素同时在他身边凝聚，冰火风土光明黑暗空间，7种元素之力交织在一起，化作一条7彩巨龙，迎向了那道终极雷劫。轰！整片天空都被照亮了，剧烈的能量波动向四周扩散，将方圆数里内的所有树木都夷为平地。蓝灵苍被震飞出去，在半空中翻了几个跟头，狠狠砸在地上。他浑身是血，身上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但天上的雷云正在缓缓散去，阳光重新洒落下来。天劫度过了，蓝灵苍从30万年修为的凶兽正式晋升，虽然伤得不轻，但命保住了。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落回祖地内，脚刚沾地，身体就是一个踉跄，差点摔倒。黄蓝森第一个冲了上来，6大蓝银王同时展开蓝银王领域，生命能量疯狂涌入蓝灵苍体内。他们的修为虽然不如蓝灵苍，但10万年修为的治疗能力也非同小可，伤口开始愈合。阿银也跑了过来，展开蓝银皇领域，加入治疗的行列。虽然他的实力弱了一点，但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力。你还好吗？阿银蹲在蓝灵苍身边，眼中满是担忧。蓝灵苍摆了摆手，没事，这点雷劫造成的伤害，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他说得很轻松，但身上的伤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事的样子。一旁泰坦巨猿、天青牛蟒和小舞都看呆了，二明张大了嘴巴，半天没合拢。30万年天劫，他竟然真的渡过去了。大明眼中也闪过一抹震惊，他虽然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但这么硬核的渡劫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小舞更是直接愣住了，他本身就是10万年魂兽，很清楚天劫的恐怖。别看他身上的保命魂技很多，但如果是他碰上天劫，哪怕是10万年的，他都大概率渡不过去。要不然他的妈妈就不会选择化形了。而蓝灵苍渡的可是30万年天劫啊，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小舞喃喃道。二明凑到大明耳边低声道，哪怕是暗魔邪神虎那种邪恶的吞噬类魂兽，提升的速度也没蓝灵苍这么快啊。大明摇了摇头，这是人家的秘密，我们最好不要过问。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能跟蓝灵苍合作已经是高攀了，打听人家的秘密那是找死。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道黑色身影突然出现在了蓝银祖地的上空，那是一个中年男人模样的魂兽，身材修长，穿着一袭黑色长袍，面容冷峻，双瞳呈金色，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额头上那一对黑色的龙角，以及背后那一双巨大的黑色龙翼，正是星斗大森林的绝对主宰兽神帝天。帝天低头俯视着下方的蓝灵苍，眼神淡漠，面无表情。他身上的气息虽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但仅仅只是泄露出了一丝。在场的所有魂兽除了蓝灵苍之外，全都被压得趴在了地上。泰坦巨猿庞大的身躯此刻在瑟瑟发抖，天青牛蟒将头埋在土里，连抬都不敢抬。小舞更是被压得浑身僵硬，动弹不得。这就是兽神的威压，80万年修为的恐怖存在。他们这群10万年魂兽在帝天面前跟蝼蚁没什么区别。其中天青牛蟒的感触最深，因为他体内具有一丝真龙血脉，对帝天身上的龙威格外敏感。那种来自血脉深处的压制，让他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来。帝天缓缓开口，语气很冷：你的身上为何会拥有主上的能力？还有你的那柄长枪，应该是由白银龙枪蜕变而来的吧？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话。帝天身上的威压逐渐加重，在他看来，此刻的蓝灵苍身负重伤，肯定会乖乖实话实说。当然，就算蓝灵苍处于巅峰时期，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刚刚在生命之湖附近，他感知到了银龙王的气息，不知道有多震撼。但根据他的感知，主上确实还在湖底异空间内沉睡。经过探查，他这才发现，这个蓝灵苍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开始渡30万年天劫了，而且他身上还具有银龙王血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蓝灵苍抬头看着帝天，呵呵一笑，在问我这话之前，你不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面对帝天，他并没有犯怵，大不了就是继续提升修为。拉着帝天
一起承受雷劫之威。以帝天的修为，40万年天劫自然不会放在心上。那50万、60万呢？反正他现在还有8条命。如果帝天能挡住这些雷劫，那就代表着他也能顺利通过，稳赚不赔的是。帝天看蓝灵苍这态度，也是有些意外。无名帝天，黑龙一族族长，88万年修为，他语气很自傲。88万年修为，6大蓝银王和泰坦巨猿他们全都震惊了。这个数字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介意不说话，如何？蓝灵苍看着帝天，表情依旧毫无波澜。帝天也没有想到，他都报出自己的名号了，这蓝灵苍依旧还是这态度。难不成是有什么底牌不成？下一刻，双方周围的空间出现一缕波动。等回过神来，他们已经转移到了别处。兽神帝天是吧？蓝灵苍呵呵一笑，本来我是打算修为再高一点再找你的，谁知道你先找上我了。帝天闻言，面色微微一变，你知道我，你应该清楚，我的本体是蓝银草。蓝灵苍淡淡道，而蓝银草无处不在，你所在的地方，蓝银草也多的是，所以你们这群凶兽，我全都知晓。帝天眉头微皱，这个家伙竟然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至于你说我为什么会拥有银龙王的血脉之力，蓝灵苍继续道，我只能告诉你，这算是我的天赋能力。天赋能力？帝天冷笑，我可没有听说过哪个魂兽拥有这样的能力。那你现在不就见到了？蓝灵苍反问，那你有见过哪个魂兽的提升速度像我这么快的？帝天语塞，还真没有。这只蓝银草确实是他见过最离谱的存在。我们同为魂兽，考虑的长远利益就应该是一样的。蓝灵苍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我凭什么相信你？帝天淡淡道，我们的利益或许一样，但你很不可控，你就不怕我杀了你？蓝灵苍呵呵一笑，你杀不死我，你应该清楚，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提升修为，只要能够顺利度过天劫，理论上我是没有极限的。而如果我能顺利度过100万年天劫，我就拥有了成神的希望。说着，蓝灵苍身上的气息开始暴涨，只是一个念头，修为就从30万年直接冲到了35万年，然后继续往上攀升，38万，直到39万年才停了下来。帝天已经彻底震惊了，他金色的双瞳死死盯着蓝灵苍，满是不可置信。88万年修为，他用了多少年才达到这个境界？几十万年，而眼前这个家伙只用了几个呼吸就提升了9万年修为，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如果蓝灵苍愿意，他可以在1天之内从30万年冲到80万年，甚至更高。帝天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发干，这是恶魔的力量。蓝灵苍平静地说道，献祭寿命，换取修为，所以我说你杀不死我，在你动手之前，我随时可以继续提升，然后拉着你一起渡劫。帝天沉默了，他活了这么久的时间，见过无数魂兽，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存在。蓝银草，魂兽界最低等的种族，竟然掌握着如此逆天的能力，你的寿命是有限的。帝天沉声道，没错。蓝灵苍点头，但够用了，寿命越少，我修为越高，修为越高，我的寿命也就可以越多，不是吗？帝天，寿命越少，寿命越多。帝天整个龙都麻了，而且我赌你不会动手。帝天眼神一凝，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我。蓝灵苍淡淡道，你如今已经是80多万年修为了，以你的能力，100万年天劫，有把握渡过去吗？帝天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有把握。80万年和100万年之间，隔着的不是20万年的修为，而是一道天堑。90万年天劫，在瑞兽的帮助下，现在还在沉睡，他尚且有把握渡过，但100万年天劫，这可是成神天劫，难度非常的高，而且并不是说渡过了100万年天劫就完事了，成神那是需要神位的，你渡过了100万年天劫，最多也就是成为一名最低级的神官，而且还是兽神，这在神界中的地位恐怕只会更低。我不一样。蓝灵苍继续道，我没有上限，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提升下去，90万年、100万年，甚至更高。到那个时候，我可以帮你，帮所有魂兽找到一条出路。帝天盯着他看了很久，你想要什么？合作？蓝灵苍淡淡道，我现在虽然拥有银龙王血脉，但我的本体依旧是蓝银草，上限没那么高，除非我获得金龙王的血脉之力。而金龙王，据我所知，现在被封印在了神界，我得不到。仅有银龙王血脉的话，我预估最多只能度过50万年天劫。想要度过后续的几个天劫，难度很高。我需要的就是在度后续天劫的时候，你能帮我分担一些，最起码到80万年天劫。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跟你合作？帝天皱了皱眉，你现在说的话，我可还没完全相信。而且就算你能度过100万年天劫，但你没有神位的加持，你还能继续提升修为？我不信。帝天表面上这么说，心里却已惊涛骇浪。眼前这人究竟是谁？竟然还知道金龙王，知道其被封印在神界。如果未来蓝灵苍能再获得金龙王血脉，他能否融合金银龙王2大血脉，重现龙神？帝天思绪万千，但并未表露出来。他还想从蓝灵苍口中得到更多信息，再考虑要不要合作。蓝灵苍淡淡道，我也不需要你相信，这就是事实。你应该清楚，我能随心所欲提升修为，那就代表着我可以去你们那里直接引动雷劫。到那时候，你就算不想为我分担，也必须分担。我这并不是在和你商量，而是通知你。至于神位，蓝灵苍笑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冲上神界，破开金龙王的封印，就能获得他的血脉之力，到时候和银龙王血脉融合，你说我能不能重现龙神神位？就算不能，你别忘了，我的族群是蓝银草，蓝银草分布大陆各地，而我是他们的皇，只要拥有成神资格，我根本不缺信仰之力。想要破坏这一点，除非有人能把大陆的蓝银草全部消灭，但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哪怕你身为兽神也做不到。话落，蓝灵苍周围的空间再次波动，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了生命之湖的上空。该死！帝天暗骂一声，也转移回了生命之湖。这蓝灵苍是要强行引动天劫，逼着他们一起渡劫啊！帝天整个龙都骂了，他也没说不同意啊，这么心急做什么？蓝灵苍突然出现在生命之湖，碧姬、紫姬、雄军以及万妖王等凶兽的注意，可还没等他们开口说什么，他们就感受到了来自蓝灵苍身上散发的威压。39万年修为，仅仅在片刻之间就突破到了40万年。几大妖王都清楚，40万年的雷劫轰在他们身上，不死也要重伤。紫姬大喊：快跑！这蓝银皇疯了！蓝灵苍屹立在空中大笑起来，哼，一个都别想跑，都给我留下！